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是看他是犯什么错。其实当下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震撼的，蛮意料之外的啦。对，但达哥就是形象非常棒，然后觉得达哥很努力，然后去做他每一件工作啊，对待身边的人都这样子。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跟达哥认识。我一直相信的古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后续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错误？那我认为他犯的这件事情是不影响我跟他做朋友的。其实这么久以来认识达哥好几年了，看到很多人就是你好他就跟你好，你不好他就更不跟你当朋友，你就会感受到这种人走茶凉的窘境。就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文化。身为朋友，不只应该在他好的时候帮他锦上添花，也应该在他不好的时候选择伸出援手。对，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呢，我觉得只要战友犯错的话，我都会陪在他身边，然后跟他一起去经历这个弥补的过程，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是陪伴跟适时的去关心他，然后也不会在达哥最糟糕的时候去做任何落井下石的行为。那现在就是我的好战友、好朋友，今天这样子的。那如果我又不跟他当朋友，我又成为那种人，那我不就是成为一个我讨厌的人吗？对，所以我是这样想的啦。我当然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我也不会帮达哥开拓什么这样子。既然做错了，就是该面对，然后一定会把它处理到最好。我也相信达哥一定会把它处理到最好这样子。在我心目中，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难道犯错的人就不能有重来的机会，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达哥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人，就是他的私下跟他的他台面上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你看，这想他这么红，他也不会跟你摆架子，所以我其实并不觉得说，他今天这件事情发生是会影响我跟他之间的感情，就是朋友就还是朋友。对，如果今天你发生事情之后，你的态度是非常糟糕的，我会觉得说，哇，难道之前达哥在我面前都是演的吗？但是我是觉得之后的是还可以的，是还可以接受，就是他的处理的态度啊什么的。然后人无完人啊，总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那我也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你要是觉得没办法原谅他，那我觉得可能达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跟弥补自己的过错，看能不能改变你的想法，好不好？我觉得这是达哥往后可能几年或者是数十年来他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会跟着他一辈子，对不对？但我相信在我心目中的达哥呢，他一定是可以去克服这个问题的。那我们也会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一起陪着他去克服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就比较刁钻一点，我想一下。老实说，我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舆论啊。就撇开我们认识达哥好了，其实我也不太喜欢去看这些比较负面的东西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我明白。但我觉得如果他不工作，那大家对他最后的印象就留在反省的这一刻。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犯错，我们当然需要反省的时间，但反省的时间可能就会停止一切的工作，我觉得这正常。如果今天达哥带给别人快乐，而去拯救多几个人的话，对不对？难道他要停留在这一刻给大家看吗？就这么没有就是或许可以看他后续的行为，再来评断他。不管后面怎么样，我们能做的是，就一个陪伴跟关心这样子，然后也尊重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那我一直觉得快乐这东西是无价的，它可以无形之中让大家过得更快乐，过得更好，甚至拯救几个人，那都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那当然我就是觉得，如果要因为犯一次错，然后就完全否定一个人一辈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严重了，对不对？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第二次的机会。新闻发生的当下，其实我看的都很难过。事情发生的当下，他是被温哥华嘛，接着呢，他们讨论后决定返回。大家都知道说他什么时候会落地，他是从下飞机开始，他一定会被这样子招待。
看到他就是哽咽的在道歉，说让大家失望了。以朋友的角度来说，真的会觉得很难过，非常难过。就是我必须得说，那几天我也过得很不好。我可能对任何事情，我只要看到了，我不会去做过多的揣测或是发言什么的。就这件事情，我都放在心中，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关心对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当时他们软弱的那一面，然后你可能因为一些想法，然后可能做出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事情。但我觉得不能去因为一些事去否定他这个人所做的全部。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你可能做100件好事，然后你一件坏事，我就觉得说你就是坏人。然后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坏事，他突然做一件好事，你是好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用这种心态去看待一个人，或是某些人做什么事情。因为跟达哥也认识一段时间了，然后跟他也很常拍摄。那不管是镜头前或者是没在拍的时候，我觉得达哥都是算很照顾，不只是朋友这么简单，他有点像是在照顾后辈这样。所以我一直觉得，达哥就是非常尊敬他，然后也算是一个感情非常好的一个前辈。身边朋友如果说真的犯错的话，当然会难过，也会不舍啦。但我觉得当下的他一定是更怎么讲？我觉得当下他可能是比起我们可能他是更无助的，他可能没有想到说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但我觉得既然事情发生了，那就去面对，然后处理它，这样子。虽然今天发生这个错呢，我觉得是我觉得错就是错啦，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愿意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边，然后陪他一起去度过这个可能比较难熬的时光，这样子。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发生一些 trouble， 我觉得达哥对我来说，我心目中永远都是这么好的一个达哥。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很感谢这3位愿意跟我说些什么，想很多，真的会想很多。那当然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做错了，那我觉得会好好的面对，然后也会认真的反省。听到他们还是这么的挺我，其实真的蛮感动的。因为原本想说，其实交底帮一起出现的时候，应该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带欢乐给所有人这样子。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其实心情蛮复杂的，还是真的很感谢白翔把他们找来，然后也感谢他们愿意跟我说些什么，我都记在心里面。谢谢你们，谢谢。这些年跟坤达哥合作的心理成本是相对低很多的，他会尽力的不要让工作场合的大家不舒服，不会轻易的说出伤人的话，不会若无其事的做出不合理的要求。当然了，我不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工作伙伴，没有那么矫情，我只是要表达，他当年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是的，但从那个错误之后到事情爆发为止，我对他的观察，他真的很会忍耐，不让自己的压力去影响身边的人，这在这个圈子里面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特质。所以我的看法，达哥建立他的信任是在他犯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光。所以这些日子就我看来，他很真诚的对待工作伙伴以及身边的人。同时，在我失去了影响力之后，桌上的那杯茶早就已经凉透了。但坤达哥他人没走，他一直关心我，一直思考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给我。所以对我来说，他是有信任的。我判断可以一起观察他之后的表现。不好意思让各位观众一开始承受这么严肃的气氛，但我觉得必须告诉大家，
我们是慎重的反复思考，取得身边的人的共识之后做出的决定。再次重申，绝对不是支持错误，这是非常不应该犯的错。我觉得可以给予观察的空间，是基于他的为人，同时反省的定义，我个人认为不是只有消失这一种做法。面对大家的公平的同时，尝试着完成原本的工作，继续提供自己的价值，也是一个做法。好，接下来正片就要开始了，请大家慢慢欣赏《交底帮》第2集，谢谢。各位兄弟，我们就直接走进去啊！是的，哥就在这个门后面，有一点近乡情怯哈。对，有点紧张，怎么办？就是我比你们先抢先一步，有先见过一次困难哥，因为我要先确定说他现在的精神状况能不能录影，然后要遇到他的时候，那个有点微妙的紧张，伴随着一点焦急的情绪，我觉得现在跟你们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我相信他也是。还是算了，就是不要进去好了，因为也不知道说多少钱。好的，行きましょう了。关关你带头。这里哦，不是那一间。这里啦。耶！什么东西？阿莫特啊！哇，我们又传承了，又来了，我也要进去是？对，还 OK 吧 ？OK 吧？都在。你刚刚不是想嘲笑他的吗？你快嘲笑！腰屁。我想珍贵的时间啊，不用在意镜头，我今天只是想说让大家各位暌违很久的见面，我们彼此聊就好了。今天不用那么正式，不要就当做他们不在哦，好，就当做这些人不在哦，好。你这几天在干嘛？太不在了。还是要说一声蛮感谢大家的，就是愿意来就是跟我说些话这样子。其实还有很多话放在心里，不好意思说出来。私下讲。那其实很想要问一个就是很关键的问题啦，就是你有健身吗？没有啊。这有什么好问的？这是什么关键问题？神经病吧？不是待在家里很无聊啊。那你现在应该是你体能最糟糕的，对不对？所以运动会体能吗？100就从这边跑到那边看谁快。我居然还打更快，为什么？他休那么多天，我还有在运动因为可能怕我还比你快。关心一下达哥啊，冠军都没有出来，这样心情。对啊，探风嘛。出来看看我们就很开心的，对啊，神心。万一拐就怎么事？怪坐着。刚进来的时候，怎么看到手上有一只？哎呀，带进来了。而这应该是你就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放的长假，对不对？长假这个形容词不对，它很像是5条悟被关在玉门江。哦，对，你在玉门江里，搞不清楚时间的流逝，只是在一个空间里面没有放假，太煎熬。我放假，因为交地方的拍摄整个大延后，因为我也没心情想别的企划。就我现在去西门町吃什么东西，就没感觉，你知道吗？那你去吃了什么？那时候吃了什么？不是，我是说拍摄的题目啦。我现在和牛都不对味了。对啊，很少。我就达哥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就顶多吃了1-2次。我们也不好过。怎么说？就是有时候看自己的朋友这样子。你看，你不要站那么高吧。这不是现在的地位了吗？什么意思？你要跪糟糕。我们这个人很简单，我们做人的对不对？一个座右铭就是，你好的时候我们替你开心，可能一些发生一些调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陪你一起，对不对？陪你一起难过，帮你分担这个情绪。对，今天难得看到大家这样很开心，也是达哥暌违已久的一个笑容。没有啦，因为毕竟也真的是蛮抱歉的，因为其实本来的交底帮的下一趟旅程，其实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应该录第6集。所以就刚好发生这样。第六集啊，在第1集没动。你怎么消磨这个时间啊？什么消磨？你为什么用词都是比较偏什么长假？什么消磨？那你怎么度过这漫长的时光？这样可不可以？在深刻的反省、自我调试、反省一下。我再聊下去要出事。不要讲的好像我们达哥在家都没事做一样。对啊，在反省一样，充实。我在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哎呦，对。可是我们也就2只你要循环播放嘛。刚刚气氛很好，就是说
还可以一起录啊。那大家都感觉看你们这个笑容，我觉得应该是确定的。有问题是 OK 我想现在就直接出发。直接出发。走了啊？是没啊？发现你有什么问题吗？你刚刚不是说很挺的吗？很挺啊！刚刚不是很挺？今天看到出发，明天要赔违约金呢，不便宜耶。违约金算什么？对啊，算什么？他的100万都带了，对，走了啦，走了啦，违约金我违约金赔了啦，赔了。现在就判可以啊， 100万也是可以。对啊，好啦。这样，节奏拉回来了哈，节奏拉回来。好了，那这个就是谢谢大家，很感动。大家都活在手机里面这么现实的一个社会，还可以见证大家的这个感情，我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反正就是把我们传递给观众。好，那我们就出发，把贷款花光 ，Let's go！ 哎，刚刚我们在那边等很久，他在里面放屁，然后又不能开窗，他连完屁，你知道吗？然后重点是那个空间又很小，又叫我们要在里面等，然后又不能出来，一直闻他的屁味，然后闻久之后，我突然间想大便。又换他，他的头还出来一点点，跟我的那个肠子沟通了一些东西，想要跑出来。他还开了第9门给我看，真的跑出来一点。君は言った僕の肩にもたれ祭りの後静かな夜空に胸の板に気づかされた。调皮喽，各位兄弟，这个阵容会是要干嘛嘞？这种很明显是要大闹特闹哦，大闹。这次前往吉隆坡，依然搭乘中华航空前往丹马的路途5个小时。虽然对你们来说还好，但对于又老又肥的我来说，有点太久了。所幸位置非常的舒适。从前坐飞机最担心2件事，第一件就是入境表格有没有填好，第二件事就是要赶快替自己的手机换上 SIM 卡。可是现在的 Micro SIM 卡那么小，一个不小心 SIM 卡就搞丢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电子表格1化，连 SIM 卡也1化了。这一次去马来西亚，依然是用我们的老朋友微讯 eSIM， 你什么 APP 都不用装，什么设定都不用做，只要长按世界里的 QR code 就通通帮你装好喽。等落地就有网络可以用了，真的是太爽了。新加坡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不错啊。这个不就是个机会吗？对，我感觉1个小时内一定会到，大概2个小时。这么久啊？没完结，我怎么听说开车只要3个小时，都要2个小时？那我听说的都不一样，这就不知道是绕去哪里哦。是谁歪掉了？我跟你讲，马来西亚的电话的，我没有看过捷运的这么强的。对，我在这里心脏病发，我走了，我在这里3天回来。还蛮满意的。其实我现在对吉隆坡印象非常好。大哥，听说你有治那个耳鸣的方法吗？是什么去了？这边会就是堵住。对啊，如果这样没用呢？不怕啥？哥，你不要那么震惊的讲出一些干话。哎，真的假的？之前阿玩说他想要去刺青，他刺满背，别人刺锦鲤，他刺垃圾鱼。你要吃垃圾鱼哦？谁他妈听说垃圾鱼不容易死，放在上面3天干了，泡水又恢复。代表生命力的韧性。你词穷什么？你干嘛词穷？你词穷用这么干的话，神经病不来。所以这里不用人工，它是直接电脑。对，是没有人结束了。哦，可能是微讯吧。可能是微讯帮的忙吧。现在幽默了，很幽默。现在讲微讯的话，哎，你今天网络用哪个？我说不错哦，我们微讯，这个微讯，没有，3天尬在一起。哎，我们3大龙都吃下来了。对，3大鼎立啊。这个温度，这里出来有像那个曼谷出来被热到的感觉。哎呦，而且这里盖得很像曼谷机场。好啦，现在集合。这不就来了吗？这不就准备说到做到。对，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没有，我们很有默契，都穿全黑的。对啊，还有我们在群组上面先说好了，没有，还有 forever
等一下，可能会侵权哦，到时候被黄标。哎，不会，唱2句而已，不会啦，不会。其实这一团里面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到吉隆坡，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你们有一些照片是，一秀出来，大家就说哇，你去吉隆坡。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吉隆坡非常非常经典的景点，叫做黑风洞。所以说有那边的照片就可以不用去了，对不对？但要有你有那边照片就可以。是今天机票，来，我真的上次才证明你去过。我真的找算学长了，算学长。找一下啊，你是不是跟跳舞的还是谁一起？我跟跳舞的啊，不是，你们就是跳舞的，是不是这个地方？对，而且我跟你讲一个，你现在这个转场刚好，哥你在秀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很屌的东西，现在耶！脚底帮动起来了，动起来了。这是我们睽违半年的第2次行动，掌声鼓励啊！6个月了吗？6月啊！半年出来一次啊！上一次拍摄呢，我们去石原岛得到了这个咖妹的赞助，在这个机票跟住宿上有很大的帮忙。对，然而我们这一次几乎是全自费，99.6，到底是怎么会有底气可以录我们的第2次呢？怎么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品牌，本土保养品界的领导品牌杰诺尼斯，选出来不离不弃啊！真的感谢不离不弃，为了感谢这个不离不弃，我们好大，谢谢杰诺尼斯，杰诺尼斯，谢谢杰诺尼斯。喂，杰诺尼斯，真不愧是本土领导品牌，有够香，花香调，厂商说明显水疗本牌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么随便。你肤况很好。对，这个是外服也可以内用的嘛？这是化妆品吗？粉刺没了，哇，光滑了。我可以讲一下，它这边的门也好了。这边哪里？这边的门也干净了。不要乱讲话，没有要带到那边去。杰诺尼斯，杰诺尼斯，谢谢杰诺尼斯，谢谢杰诺尼斯。刚刚不是说好要从那边接的吗？达哥的手机接。对，你看大家觉得怪的说怎么会刚刚那开场没达哥，对不对？来，达哥快进来。那我们从这边开始接，接。我们从这边接，那来一次，达哥麻烦了。开始好不好？你看这不就来了吗？哇，这脚的声音来到现场了。还好你们有我，可以看到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对，他原本长怎样子吗？可惜了啦，对了，但是上面还是很好玩的，对不对，大哥？没错，而且上面很好玩。路途当中啊，也是会有一些好朋友，东西可能要先收好。收前面，不用怕，我们在石原岛遇过了，可能比较不一样，不一样的稍微野了一点。这里的小猴子稍微凶一点。那我只有一个要求，各位听众们，这一个麦头一颗死不要再被你的要拿好。对，我上次就被拿走过，专门被抢这个的。对，我们等等是真的要走，什么意思？你要回去？不想走是不是？我们可以在附近逛。上过来你要走了吗？是不是做效果走一半就好了？如果我真的爬不完，不要怪我，因为我才我才刚脚不太能走。你现在是什么最强的肉体还是什么？对，因为我你的脚怎么跟他手差不多？太扯了，对，最近 OK 了，OK 有点多。对，我说是什么？那个，他是有淤青的，他就是玩得很开嘛，这样子啊。没有，我觉得你一定走得上去啊。可是我是现在是靠吃药才有办法跟大家这样走。那再多吃啊。好，那我去补一包。你有最强肉体，又是最骚肉体，不会啊。可以起来，我们200多阶，上去是别有洞，轻轻松松。上面是一个不一样的景色，你在那边拍照，大家上面真的就是一个洞，别有洞，别有洞天，这里有天，别有洞。好，那我们就赶快上去了。好。它这个湿湿的，可能是红尿，有可能是水。我不希望这个水被你们踩到溅起来哈，溅起来。我希望你们小力一点走。他 OK 吗？有点喘，有点喘。可以的，我觉得胖一定可以上去。你们先走，我喘一下。我陪你啦，我陪你喘，你不要抢工作好不好？我本身很有工作，我本身很不想喘的，不想陪的，但因为兄弟义气，对，不气。尼克，你真他妈够义气，我陪他，够义气，我陪他，是兄弟。我们这边等你，我陪你，我陪你，我陪你，白翔哥。OK 啊。尼克，看到没有？最强的身体。哇，那我算什么？对啊，你很弱。我就是个笑话。那饮料如果卖25块一瓶，你 OK 吧？可以。哦，很壮观呢。超酷的。以前那边不知道怎么把建筑的食材运上来，真的。他这个来回不知道跑了几百万遍。该不是从头顶上来的吧？我决定是慢慢顶，慢慢顶。对啊。我们还要再上去吗？怎么样？所以你这问题问得很好。怎么样？交给你来决定。不啊，不用了，对不对？不用，我是上去过了啦。
看你们。哎呦，毕竟我们都没有来过嘛，达哥你跟我们再去几次好不好？好啊 ，Forever。好像本人唱的。所以这里一年四季都湿湿的，像达哥你上次来也湿湿的。不对，上次我没有上去。哦，真的？上次我们就在这里面这样绕出来。刚才不是说你有上去吗，达哥？我误会了。我们掷骰子啊，掷钱币。来，现在呢就是掷钱币来决定要不要上去。所以是人头上去，然后钱就不去吗？钱我们就上去，因为我们的人头都留下来。哦如果人头就表示我们命都没了，舍命陪君子，我们就上去。好，来，你丢吗？好，我丢。好，来了。人头上去是不是？好，所以你上去，你上去，每个人都要丢。不愧是游戏节目的，不愧，不错哎。来，申翰，有什么话想要讲的？他真会玩呢。所以达哥不用去，是个别的哦。来，这边请，这边请。其实从头到尾我都说我不上去的那一个。我发现哦，说不上去的那一些人哦，都会上去，就上去，说要上去说的，要上去的，最后都留下来了。哎，还有百强啊，来都来了，来了，我要上去。哎，好可惜，哎，怎么会这样？再给你一个机会好不好？不是，不要，你真的很想上去，对不对？机器给他吧。上来，好，那我们走了。加油！伟大的话，小心小心！真的吗？真的啦，真的。为了节目牺牲了。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这个人就是愿赌服输。好，对，来，我们这边等你。好，我们上去帮忙补画面，阿婉。对，要不然我们来到这边哦，没有画面不好看，这样就枉费自己白来了。真的，他们没有上来的人就没办法一睹这个风景，这个才叫做别有洞天，对，是吧？这才叫别有洞天。那是什么金楼吗？金楼，印度也会烧吗？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网友，麻烦大家网友们解惑一下，这是小金抓的吗？所以上面达哥你们去过？我没去过。你不会好奇吗？回去看画面就好了。我打视讯给12万好不好？我打视讯给10万就好啦。好啦。可是它没有金炉的口啊，就这么小哎，不可能啊，它一定要有金炉口。它会不会是烧小东西？哦，他没接，还是我突然叫他接电话？好啦，哎，接电话，我下去喽，打给你这样子好不好？哦，没讯号吗？没信号啊？幸好没走上去。太可惜了，他们太可惜了，没办法看到这个鬼斧神工。对，你看影像，没有这种视觉的震撼，要亲自来才会有这种视觉的震撼感。就觉得人类多么的渺小。对，我们的烦恼算什么？算什么？对不对？洞外面有世界，世界外面有宇宙，宇宙外面有整个银河系。对，银河系有没有银河系是宇宙中的一部分。哦，抱歉。对。你们不上去太可惜了，上面真的超漂亮，超漂亮，别有洞天，而且还有套房，有人住在那里，海景别墅啊，感觉是住持在住的地方。因为我们经过外面有闻到那个人生活的味道。真的，我们等你们上去一下，因为差不多了，因为用影像没办法看到视觉的震撼感，一定要用眼睛亲自看。好啦，其实去吃肉骨茶也可以。梦里说什么？好，定位来不及，是不是？车来了。好，那我们先走吧，先走了。好，拜。好，那就先走了，只能这样。他们好可惜，很好说服，他们好可惜。兄弟们腿有点软，怎么搞的？对啊，饿了，刚刚走太多路了，有点没力了。我们现在讲真的哈，就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要为了面子，真实讲。我大腿是真的软软的，你有软吗？我还可以哦，我还可以再走。现在你叫我走上去走下来，我还可以。来上车，来走，来走。就喜欢你们这种玩真的，我就喜欢这种感觉。立马发动，我们现在就回去。现在踏出这条线就回去了。来，来干嘛？来，哥，不要跟肉骨茶过不去好不好？是这样的，那个来这个吉隆坡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尝尝肉骨茶。这一家呢是我的一个在地的粉丝，不能说我啦，也是各位的 Vincent。这是他亲戚开的，不免俗有一些裙带关系，有一些，而且这个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孟哲，你先过来一下。来，故事的小黄花，像孟哲，大家应该也熟悉这个人的个性，他是一个比较 stable 的人，对，他突然间筷子这样放在碗上，放在桌上就咔这样，
我小时候跟我爸妈来过一次吉隆坡，吃了一次肉骨茶，念念不忘。嗨，小时候吃过一次，被刻进那个 DNA， 就不小心再来吃一次。我就想，这不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对，没错。不敢相信，替这个店添增了几分传奇的色彩。那我可以吃2碗吗？你不要开玩笑了，在你喊停以前，我们都可以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这句话就够了，这样就够了，这样够好不好？2碗刚刚应该是有所保留吧？预计几碗？我如果吃超过3碗，我们就回去走那个台阶。你说的哦。好，那个孟哲，谢谢你的分享，你可以出来了。谢谢孟哲，谢谢孟哲。好了，那个大家兄弟们也辛苦了，我们坐了这个5个小时的飞机，舟车劳顿，一下来就先陪我爬了271阶的楼梯，想吃了哈，想吃哦，快忍不住了。不要废话了，食指大动我哈。们赶快去，赶快去。对才到那个才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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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行きましょう。行きましょう。我们先来喝个汤，暖暖胃。暖暖味儿，这个味道应该是你想要的。真的假的？是我想要的味道吗？小心哦。让我想起了孟哲的小时候，穿越的时空，时光机，是不错。很不错哎，很赞哎，一个药膳的香气，肉的鲜甜，它好鲜哦。对，完美融合啊。强哎。他一喝的时候会有点那种甘甜，一开始这个甘甜，会回甘该。不会是加了黑蒜吧？哇，黑蒜你都知道？这么懂？因为我来敞开，但是他要跟我讲。哦，没有吃飞机餐吃这个蛮值得的。对，你们是不是很值得了？现在才开始觉得值得。你们太撑了。我吃完飞机餐再吃这个，我也觉得很值得啊。开什么玩笑？哎呀，突破盲肠。真的。你等等突破一下9掌大肠。好，吃一下这个千层肠啊，应该全部都透进去了。小心哦。哎呦，如何？很好吃哎，每一层都卤的非常软烂，你一咬下去哇，一层一层这样子剥开，那个肠子的味道非常浓厚，哎，很赞。再吃一个，我觉得原味就很赞，但是我觉得蘸酱一定更赞。不得了。哦，这个真的是不知道是本身好吃，还是爬了刚刚那一阶后才好吃的，虎虎相承啊。虎虎相承。对。没有，我觉得绝对是因为你们有更上一层楼才会觉得好吃。哦，我们有些在上面开光了，没错。真的。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站房民宿，而且还有水景呢。该不会是游泳池吧？是温泉吗？游泳池就是这个。其实蛮深的哎，住这里算是真的是蛮高级豪宅的。这是独栋大别墅哎。为什么这里有通往地下？是不是要探险一下？对啊，有啦。尼克，罗盘开起来，罗盘呢？尼克，那个开罗盘，感觉你确定你进去出来还是你吗？你看我的对谈就知道了。好的，里面出来变。不要乱讲，不要乱讲。那我进去了。好，你进去，我在这边看你。为什么？你要小心哦。为什么这也是打开的啊？会不会下面有机房之类的？他那是通向车库吗？对，通另外一边的。你走看，还是我们你们去另外一边接我？会不会你走过去打开，其实通向服务车库是通向其他地方？会不会通别人这么奇妙吗？第9门。哎，你讲一讲，你干嘛走出来？你会怕？原本没什么事，被你们越讲越毛，你知道吗？越讲越可怕。我只能说，马来西亚盖房子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脱鞋子进去。我们可以进去了。可以了。啊？什么？它楼梯很高级。不错哎。冷气开好了吗？冷气哈？圣诞节有圣诞树，圣诞节了，有Jingle Bell，还有麻将桌。还有为什么这里会有圣诞树？你们有看过双餐桌吗？各位，哦，有双餐桌哎，麻将桌。我比较不懂是这个设计什么意思？这里它真的有游泳池啊！外面有游泳池哎，它真的有哎，可以办第2届幼离题的憋气大赛了。同时第2届吗？第二届了8个主持，8个现场，办第2届了，可以耶。这里真的是民宿吗？这也是有钱人家吧？还是 motel？你说有很多主题的，还是我们其实已经来错地方了。它这个感觉很多楼看一下中房间，看一下房我间。觉得这个会迷路哎。我想去楼上看看，然后点。好，我也要。大哥有撞球，好小一个，但这是比较小的，对不对？对。但这边的桌球桌呢？教
我知道，该不会是这个板子？该不会这个它就是桌球桌了吧？等一下，这是多功能的吗？大哥，该不会是这个板子放上去就是桌球桌？那网子嘞？哇，这里真的是什么都有，还有标。这边可以直接入 podcast 这里，对不对？这边直接趴起来，直接趴起来啊！你要开趴跟开 podcast 都可以，没问题。哇，来喽！我比较好奇那个5人房。5人房，然后一人一个单人，一人一个双人床啊，敢不敢5人？先进来的5个，我们一间好不好？还是我们干脆就把它睡满？13个人，外面这么大不睡，我们全部挤这5张。13个人刚好排除掉3个女生，我们全部住在一起。就外面有鬼是不是？这里多排一转，你知道吗？要靠这种阳刚味，然后才可以把这边震慑。这有厕所是不是？哇！在台湾这样该会死人呢。我看不太懂这个东西，胖这里一间又一间呢。我看不太懂，这是免治马桶吗？一层又一层。那是免治马桶，洗屁股的啦。对，这是洗屁股的。哦，我很喜欢这里的格局。另外一边到底是几人房？这间如果是你们的基地，晚上感觉可以玩到疯掉。这边可以打枕头大战，可以抓起来撞。另外一边哦，超漂亮。这里也是一间，上面超漂亮，你们不用跟我们客气，你们就拿没关系。这里可以跳水吗？3人房，敢不敢跳了啦？不要了，有点危险啊！不知道多深呢。妈，你怕什么？这个应该有1公尺啦。这里还一间，酷哎！我可以睡这个床就好。径直对到床，家破人亡。我略懂风水，这间给女生。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开玩笑的啦。对了，我们大家帮他瞧一下。这里还有2间。R4。哦，这一个也是1大2小。这个没有厕所。它的厕所是互通的，通到你们房间了。厕所是2个房间互通，还没有3开，各位3开。对，这个空间有3个门，就通到这边嘛。了解。好热闹的家啊！有这么多人要来住哦，这么多张床啊，一人1张床一定是没问题的，而且这怎么有点暗啊，哥。兄弟们过来这边，那是水吗？是有人在里面吗？是有人在里面还是什么吗？你们可以4个人在4个角落4间寝。哎呦，我就想问这个水多久了？这个水是去年的，有点浊啊，有点草在里面啊。这像那种实验室泡那个超梦的液体，泡超梦的液体。所以刚刚这样子，房间楼上楼下全部绕完之后，你最后决定住哪间吗？这间这边吗？你为什么我住户外的哈？大家找我比较快，这样。睡床，我感觉1人1张床是绝对没问题的。我的建议啊是，如果你想睡哪一个床位，你就把你的护照放在枕头下面，这样。还要去检查说，这有人，不然你们就先用那个5人房休息啊，我们就大家先各自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整理，然后等下可能去采买一下，然后看看。好，采买5天的量。Let's go。如果今天你们是这个家主人，你们会选择住哪一间？我会在市区买一间。好像 Airbnb， 这边一定要租，这边不能常住。那个你们听我讲一下，我刚是虽然说我提议就是5床房给你们玩，但其实也可以不用。蛇丸跟主角镜，我这样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怕那个蛇丸 AOE 范围攻击，呼声会毁灭剩下的4个人。有这么厉害吗？哎呦，你这我也是这样想的。你这样子怀疑我就错了哦。今天5点我一定送你一波大的，撑到5点。迪卡嘞，真的吗？对他早上，你看你是不是都戴 BOSS 降噪耳机？对 ，iPhone 还不行哦 ，AirPods 是不行的。AirPods 扛不住了 ，AirPods 太小了。就定位，大家站好，寿星站蛋糕旁边。3、2 ，Forever for。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录影的频率减少很多，所以已经很少发生会在工作中过生日的情况。好了，梦哲许愿吧。我第一个一定是脚底帮可以持续下去啊！人家在许愿，你怎么就买手游？没有5分了，没有。孙中，大家身体健康。好。然后第3个，好。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Vincent特地帮我们去买蛋糕，辛苦了，辛苦了，有一个人热尾沙在后面。你有试试看这个虾片啊？就是炸鱿鱼对不对？丁沙的，热好多，好吃哎，这很好吃，海藻还蛮好吃的，它这个真的很浓郁，这个自己一个人专注吃一碗的话，真的是没办法去管其他的事情，有点太多了，而且很好吃，这个深夜来一碗很赞。好了，各位兄弟，我们预测一下我们明天的起床时间。你说睡到自然醒再出发哦？睡到自然醒也是选项的其中一种，还有一种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决定出来问我说现在是什么情况，跟你们设闹钟这样。你们觉得综合以上3点情况去考量，明天应该会是几点起来？你原本表定是几点？9点要吃早餐，出门吃早餐，9点半从我们房子离开。我9点起来。你9点起来是不是？我会吃早餐啊。我8点59起来。对啊。虽然是可以回去睡的嘛，还是3点就要出门了？没有，所以要出门了。哦。还想回去睡啊？你看你们3个现在穿成这样是什么意思？来今天这种民宿，这么大游泳池没有玩到是很可怜。而且其实讲真的，我们注意按摩浴缸很久，什么都玩到，就按摩浴缸没玩到。来第一天就觉得说好想找机会好好跟他交流一下，培养感情。3位兄弟眼光真高啊！那个按摩浴缸不是普通的按摩浴缸，它的泉水不是普通的泉水，是来自于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海底热泉。你说我们这个按摩浴缸吗？难怪我觉得它浊浊的，不是烫久了，是泉水。好，那我们是爽价，好不好？爽价，快！你们爽的，可以啊。我们准备好了，准备好要干嘛？已经可以吃了。我跟你讲哦，它这边都有很多泡泡，有一些泡泡不是它产的，是你产的，真的假的？那还要检查，不然尿蛋白的不一样。现在是个神圣的时刻，在场有8击。为了什么？为了我们阿丸要来表演他的拿手绝活——前空翻入水。我们 setting 了15分钟，15分钟，玩选手就定位，15分钟交给你。还不错哎，真有水准，对不对？很厚哎，前空翻入水，好。可以上来3阶，什么手法？你先是一个人上去，一个人上去。他小刚刚不是都一直一个人吗？刚刚哪里有第2个人？你先趴着，先趴着，然后回正。好，抓住！什么情绪都有人教育？我上不去啊！蛇丸，小心后面。
昨天泡很干的水怎么没有放掉啊？我看水都发酵了吧？被某一关的电源也没开，怎么会有泡泡？这是来自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海底热泉的深海火山酵母，混合到了尼克虎礁蛇丸身上的高纯度酵素和果酸。哇，谁身上还有日本神圣藻跟北美金缕梅啊？8亿酵素去黑头洁颜露，深层洁净，有效净化基底，平衡油水，平滑肌肤，14天有感，减少粉刺。怎么洗都不会变成帅哥，但粉刺真的会消失。杰洛尼斯是台湾的骄傲，经过多项科研实证，品质经得起考验。每23秒卖出一瓶的8亿酵素去黑头洁颜露，我自己也在用，一定要试试看哦。好了，一个艰辛的早晨呢，目前接近集合完毕，还剩我们家的阿湾内裤。时间8点59分。昨天2点我在外面重训完之后，我看你们等一下，你做什么重训？他们不需要2万下，你没有看到？2万下一拳超人了。然后他们房间凌晨2点多，他们灯还是亮的。还是因为他们不敢关灯。里面有看人追东西，你知道吗？他们这边追，你知道吗？有黑影是不是？洗澡进去了。他很注重隐私啊。他会穿帮。我操！他洗澡墙里面。在尿尿。热水，娘嘞，你在干嘛？啊？9点要出发，9点05了。而且为什么里面洗洗？好了吗？热水为什么打不开？哦，你是洗冷水啊？对啊，很冷哎，好拼啊你，宝宝。起来了。你们昨天有睡好吗？我昨天凌晨在外面看你们在追东西耶，有黑影在你们这个房间晃来晃去，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睡好啊，睡不着哎，径直对到床，家破人亡，我马上转过来啊！我们昨天把你挡煞了，扛不住这个八字，扛不住啊！边洗澡感觉灵魂一直往上窜。对，睡着睡着，奇怪怎么脸贴天花板？我刚蛮快的，我进去2分钟就出来了啊，没有热水。哦，会冷。对嘛，有些大家早安，早安。第二天，来马来西亚呢，大家都会去吃美食啊，看一些古迹。在搜寻行程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大家出来放松，来体验一下。滑水道类似的，但殊不知我精心搜寻的这个 Skyline Lodge，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竟然有人玩过。怎么会？胡椒怎么会？怎么会？我们那时候跟阿玩去釜山，我们大玩特玩。我们去釜山行，私人行程，no shooting，no walking， 没有任何公开过的一次。有 shooting，晚上 shooting。
会有点像马里奥赛车这样的感觉。有一点。哥有玩过吗？玩过。所以小手只有我一个吗？今天只有你是初体验吗？它会有个拉杆啊，往上是刹车吧？对，你推是刹车，拉是坐进去吧。可以啊，你刹得住吗？可以啊。你什么意思，哥？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蛮好玩的，对不对？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蛮刺激的。缆车有点可怕，所以是缆车在可怕而已。缆车有点赤裸。那我跟你们沟通一件事情。等一下你们没有我，应该可以把事情处理好吧？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小弟我是高达15级的惧高症。哦，那好，太好了，一定要那个缆车我上去就没有了。上去楼上起点嘛，对不对？然后你们就坐车嘛，然后蛇哥帮你们拍开场嘛。你们撸下来以后，要有人帮你们拍 ending 啊。蛇哥，我们就不是蛇哥瞬间移动哦，他就跟你们上去。蛇哥就在这了，你在上面。不是，梦雪在中段，下面。ending 是，对不对？必须是我们其中的一台车。对，你要跟我们一起玩。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脚底帮的吗？没关系。好，那我们就赶在刚开园的时候过来，我们赶紧体验一下，好不好？好。那缆车分配怎么分配？这很重要哦，这很重要。交通部，他说22吗？22啊。啊，不然你们在想31是不是？你想体验4人的缆车吗？你们想坐3次哦。他会让你一个人坐吗？会啊，会吗？带你一个人坐好。你好聪明。哥，黑白嘛。哦。对。哎，出去了。那我们3个人不是这样，猜一个出去，脚手不输的出去，那赢的出去好不好？赢的出去，剪刀石头布。那对，立刻，司机龙。这个蛮恐怖。我们敢不敢？我们都坐同一边。要不然敢不敢？我们都坐同一边。这个真的超可怕的，蛮不喜欢做这个的。做定位了。OK。兴奋的脚脚。哦，干，好像我变慢了。对啊。怎么停下来了？尼克，不要动，尼克。哦，不要动啊！脚不要再晃了，尼克。哦，对，你有点紧张哎。对啊，我宁愿走楼梯耶，我觉得真的是。这里其实很高哎。我现在这样手会觉得抓不住。对，其实要不要绑胶带？这里很高哎。你给我偷拍？你怎么拍我不好看的那一面呢？Let's go, stand up and go to the green color. Yeah. OK。准备好，机杆很高哎。是，你刚旁边拍你们下面一直在流水的感觉。什么东西？谁？对啊，这个是我们的小桥一直在流水。流水小桥。立刻，我们第一趟先抓赛道感觉，然后之后再看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好，直接 legend 了吗？直接 legend 了吗 ？Go！ 哎呦，谁怎么那么快？重力加速度来喽！哦，重力加速度来了！我全放了，为什么还是被你超？哎呦！你很丝滑哎！哎呦！内道超车了！内道超车！水沟盖跑法！怎么会？什么意思？丢香蕉皮！哥，为什么你那么快，哥？耶！先暖胎。成功从第4跑到第1名。哇，好强哦 ！OK， 你怎么那么快？为什么？你那车加氮气哦？还是有些小技巧没教我们？我不好说。
刚刚达克一直在呜啊啊，是扮演一个新兴的角色吗？对啊，那最后时刻超车，对啊，我追不到哎。要不然第2场让我跟达哥换我在前面。如果你们能超过达哥，那你们真的厉害。所以刚刚是我1，然后你2，然后你3。对，我是积分就1864嘛。然后总共比4 round 看总积分，总积分的第1名跟总积分的最后1名，请看向那边，那个就是你会沿着那个轨道这样，一直转这样子啊，对，哦，所以这个关键是要保持2、3名。对，你不能强出头，却又不能掉车尾。哦，好玩了吧？有意思 round，我懂了。好，那还有3 round 啊，走啊，走 ，Let's go， 来上车。如果我们跟他提出4个一起坐缆车会怎样？可以讲一下，要不要试看看？4个一起做？其实有点害怕。 What？ 1 2 3 What？ 真的可以这样做 What？ 可以这样做的？我靠！我靠！哥，我有点怕。我觉得缆车比车危险很多。他现在是往哪边弯？哦，他没有，他是一整道，他不是弯的，他不是 C， 所以他会这样子。然后变矮有没有？哎，哥，他怎么没有安全网？我记得韩国不是有吗？对啊，这一段是最那个，这段有点草地啊。妈的，有树是下去就不用动了，直接长起来的。抓着缓冲住他的脚，到了，要拍照要拍照。你慌归慌，但是都还知道的嘛。知道，在这一定要装出正经的一面。OK， 耶。这一把看我什么？哦，超车喽！各位，我学到达哥的真传之后啊，我就在10分有360吧。挡住他，挡住他！刚刚达哥最后出发的哦，达哥第2名的，所以现在是我现在14分嘛。 2，对，你是3还是3 4？第3局开始，我要做个出发，然后我刚第1名。对，那我刚刚第一个出发。好 ，Let's go。Go，第3 round，哎，玩出感觉来了，我现在很急的去玩了。对，我现在是10、18，然后现在最后的12、12、14，我等下会想办法把自己搞到第2名。还要想办法跑到第2名，狂玩。哦，喂，左边啦，左边，哥，帮你玩，好，帮你玩，好的。哇塞，欣赏你的甩尾，好烫！哇，胖好帅，胖好帅，不要超车啊，叫大哥，不要超哦，哇，大哥，跳狗链的，只有2轮呢，小心哦，我要超车了，让你过，让你过，小心小心，让你过，小心胖，小心小心小心，不能再让你们过了，你们分数太高了，我脚快超啊，我一直卡内让我超不过，你快超啊！你要挤过去，好。啊！哎哥，你太明显了！耶，看这是谁拿第1啊？哈哈，那个是我。哎，不好意思啦。我刚1、2、3、4，哇，2、18，哦，危险所以我们现在4个都要跳。最后这一 round 这个是很重要哦，很重要，争关键2、3名关键。如果你10分呢？我第一28 28，就有可能会有3个人要跳。没有，我们第2名的人还是会赢他。所以说我们要么就是抢第3，要么就你们很极限计划。第2或3。对对，简单来说，他第1的时候我们不能第4，所以我们只能抢第3名。对，只能抢第3名是最稳的。 OK，理清逻辑了，对不对？现在懂了，现在懂了。
耶！终局之战，终局之战，抢第3，一个车身哦，我现在是最有黄金位置的哦。你现在位置最好。对。你有感觉吗？有啊。哎胖，哎打哎我。好，可以走。你这样会超过我，你可能要超过我。哦，抱歉。Go！ 我的哥 ，Sorry。大哥在浪了，大哥。蓝色哦。哎，现在怎么回事？现在是怎样？你现在是这样？哎，我们卡着胡椒，我们卡着胡椒，靠呀！我要过哎，大哥怎么了？超过了！不行啊！我们卡达哥，这种事我做不出来，大哥是我的恩师哎！不要，你又被他超过了。大哥嘞？开车要看前面啊！我冲了！我第2名！第三，就走！你怎么回事？速度！OK， 耶！ OK， 有没有受伤？没有受伤。出去。没事。他怎么这样？而且 it's OK， 速度有点快。好了，你们3个后面是什么情况？你们都忘记自己第几名，因为看到我躺在那边吗？刚刚那边拍他也对镜头做效果，很开心这样。耶！然后我想说拍一个他出镜，然后我就听到有肉摩擦地板的声音，然后我就说，哎，怎么了？转头翻车。刚刚是他一马当先，我们3个在那边互相摩擦，他们互相战况交，我们一直在互相摩擦。所以到底现在结果是怎么样？好，现在结果就是这样，我第一，你第1名，所以28分，然后我第2名，所以我22加8 30分，你30分。哎，对啊。我第3，我加6，28。阿哥嘞？大哥26。哎，为什么是这样？哎，为什么是这样？恭喜尼克，等下可以参加我们的翱翔天翼。这就是第1名有这个资格吗？还有第4名是谁？没有第4名，我们是只有第3名。为什么我是并列第2，然后我是第3？没有并列通常下面会算第4。没有想到是坤达哥，哎呦不得了，恭喜坤达哥！哎呀，要去翱翔天际了，你们2个难兄难弟哎，那什么关系？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停止。好了，4个坐啦，好不好？傻笑，我都翻车了。我刚翻车，现在整个嘴巴都血的味道，也太严重了，有稍微咬破，真的假的？一点点。赶快去树下，树下，好，开，好，开。陈站怎么要上去了？我到底为什么上去啊？为什么我会上去啊？这个是兄弟，不烦恼，对，不用考虑，这地方不离不弃，好不好？对，你们在哪我就在哪，没错，永不分离，永不分离。我先沟通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毕竟还是有艺人形象保护，现在禁止拍下面这边，好不好？所以现在大家都很大一包，可是显得如果没有很大一包，是不是怪怪的？我先瞧一下位置，因为他现在跑掉。哦，你们现在目前3包里面，你是选最小包是没错。我叫那个帮你用液化效果拉一下，麻烦了。3、2、1了吗？3、2、1出发！小底帮不离不弃。我跟蛇丸就开车下去哦。哎，
哎，是这样的吗？哎，大哥，走，拜拜。耶！有病！为什么我比较慢啊？焦哥，那个焦哥来了！哇！哇！哇！很爽哎，好爽啊！很爽，很好玩哎，其实蛮好玩的。Let's go！ 呜呼！耶！耶 ！Nice！ 我觉得，他刚刚经过那一段路，然后震到这个绳子麻麻的，哇靠！哇塞！呜呼！哦吼吼！呜！噔噔，哦，哎呦，麻麻的，耶呼！哎，好玩，那人很自在。对啊，达哥，怎么样，达哥？怎么样，达哥？麻麻的。为什么你感觉很自在，达哥？哇，你们都好勇敢，好猛哦！我跟你们报告一下，有惧高症的人呢，最大的极限，我现在站在这里，我已经快不行了。啊，真的吗？对啊，不要在这里，不要再讲，我很害怕，我现在手机掉到那个缝，从那个缝掉下去，我在那边站了半小时等你们。有没有总不服？真的不行。他等下会把你站在外面，然后3、2、1，然后鼓下去，很快。我刚刚看到有个阿姨跳，你像1、2秒就结束了。哦，那阿姨有绑吗？绑的话是6到7秒，你干嘛是1、2秒？1、2秒对。这个叫做什么 ？Baby， 我们的。要不然我先好。只要手哦，你要先吗？那就我先啦。好，那你先。sorry OK。对啊，是不是很感谢我们？你有一起上来。Are you ready? I'm ready. 哦 ，I'm OK。大哥，你这么强，你直接跳起来，一个人说不能跳了。你先跳，然后正方我看他会不会说些什么话，可能来不及说话。我懂为什么下来一定会躺平，是不是下来就要躺着，对不对？一定会想要躺平。其实真的还好哎，他是瞬间可能这个感觉真的还好。尼克说他为我们示范前空翻，你说 Michael 真的这样子吗？对。尼克，我们需要画面，不要扣。哦。好的，各位兄弟，紧张又刺激的这个旅程已经结束了。你们几个人跟我记忆中都不太一样。我记得以前大家都有一点怕高的，现在大家都不怕高了。怕高跟怕2，我比较怕2。那你比较怕什么？怕死。现在我很好奇，就像达哥讲的，我们很好奇，等一下要吃什么？等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要吃一间米其林等级的瓦波鸡。又是米其林？瓦波鸡是什么？去看了就知道。先卖个关子吗？先卖个关子，我们出发。Check it out。喂，出事了！一边戴橘色安全帽，一边戴。来，我们第一届车上讲笑话大赛即将开始，那就从尼克。哈，我本身就是个笑话。这笑话我藏在心底大概20年了。以前有个国家叫远的要命王国，一出生他们就会砍掉2根手指头。中指跟无名指，中指跟无名指一定要砍掉，因为这是邪恶的象征。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被召唤到那个皇宫里面，他走错路，他不小心走到了公主的房间，然后公主刚好在洗澡，一紧张，那个人四目相对，公主就这样子说：“啊，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那个人就这样子，啊，我看不到。哎，
这很老笑话。我刚刚有想到一个勇气之谷的故事，我好想听你说。好，你只要有相对足印的勇气，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从那个谷一跃而下，然后喊出你想要的东西，你就会实现。3个人去寻找勇气之谷，终于找到了。第一个人一跃而下，就说 "It's money"， 然后就赚了很多钱，他就拿着很多钱回到他的国家。然后第二个就一跃而下 "It's beautiful woman"， 然后就他带着很多漂亮的女生回家了。第3个说哇靠，这2个白痴，你下去的时候就喊我要钱跟女人，就可以拥有钱跟女人了。他就认真跑，结果踢到石头就摔倒，然后就掉进勇气之谷，说"It's shit"， 不好笑吗？可以。还有鸡腿给你好不好？不要，拍谁啦？不会啦。不要浪费，不要浪费。这个我要。给我，拜托。我要。我喜欢吃脏的。等一下太多了，哥，3天没吃饭哦。谢谢。不得了，兄弟们吃吃看。很好吃，很好吃哎。猪脚醋是什么东西？不得不说哦，这一间我当初在网上看过。就说那个马来西亚一定要吃的美食，这边是名店呢。名店啊？后来我的秘密花园那个男主角是都没在演。我觉得他这个我们有点失败，就是拌得太晚，让它有点焦掉。但它本身的味道跟肉其实都超好吃。OK， 他们说那个猪脚是很特别的，猪脚醋是酸的。我闻到味道了，酸味。很多人说吃不惯猪脚醋，我来试试看。可以来一点点就好了。这样。好。大哥，猪脚醋，我本身不太爱吃酸的。我们现在讲就是那3个人嘛，一个把钱花光了，然后也老女人还有对，第3个就是大便也清完了，他们3个去寻找神灯，然后他们就去沙漠寻找神，终于找到一个神灯了。神灯就问说可以实现你们3个愿望，那第1个就很开心啊，他说我钱花完了啊，我要钱啊。第2个愿望他说我要更多的钱，然后说 OK， 那我要回去我的国家。第2个一样啊，他就说女人我要很多 woman， 然后第2个更多的 woman， 我要更多的 beautiful woman， 然后第3个说我要回家，然后就回家了。然后第3个就因为他吃很多狗屎，心情不好，不然给我一杯酒。神灯就说那你还要什么？他说那就给我更多的酒。然后他就一直喝，因为太多酒喝很慢，然后又有点醉了。然后神灯就有点不耐烦，说你到底要不要实现第3个愿望？这样我就可以赶快回去了。这样，因为他喝得很醉，前面又吃很多狗屎，他心情就很差。说啊，你不要吵了，你把前面2个叫回来跟我一起喝酒。咻一下，第3个愿望实现了，他把2个都叫回来一起喝酒。达哥睡着了，他是沉浸式的享受我的笑话。白噪音还蛮好睡的。不好笑吗？好，我在讲第3个，他们快挂了，在沙漠。是3部曲啊？对，本来就安排才有。好的，小作休息以后呢，这个我想要延续一下我们上次小礼帮第1集一个很优良的传统，想要拍出一个精彩绝伦的短影片，宣传我们的倾斜的结晶第2集。那上一次我们的主角我们锁定在达哥身上，因为当歌手当太久了，然后想要帮达哥复活这样。然后这次是达哥在家里蹲太久了，他的网感又不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帮他把网感找回来。你一直在找网感，到底是要多赶？对，到底能多赶？要多网？所以我们这次主题是什么？我们赶进度了。还有一样借助各位网络上收网的能力。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别墅杀人事件短片。哦，被杀哦，有意思。我觉得我是死那一个也可以，很难拍哦。好像老板哦。反正我去死了啦，剩下你交给你们了。有一个大想法出来，然后让我们烦恼这样子。哇！而且重点是这个影片要压在60秒内，什么想法？说。
我真的是像老板的发言。我这边的初步的想法，那个一开始大家玩的要很开心，然后突然之间你嗝了，你身上有什么物件？案发当下，达哥身上有什么物件？有什么物件？然后我有什么物件？那可以帮我猜。我们只有60秒，要快，再更快。好，抱歉。可以6集6个60秒的啊，对不对？这个是要网友来猜你为什么死掉的。对，凶手是谁？那跟我们这次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关系，对，没有问题，还是没有关系。他说我的想法完全没有问题，不要再啰嗦了。啊，觉得怎么样？这其中一部，那还有2部。啊，我第一部还没想完嘞，这部已经成立了，已经了。哎，我摔车哎，你看怎么样？先拿那个出来讲。我是觉得，要不要今天把那个影片找出来？他摔车那直接变一个 reels。可是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都没拍，都没拍到。所以第一部是这样子，那第2部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想法，一直在绕，一直在跑，脑袋一直在动。好，不然这样子，先休息吗？还是先吃个饭吃？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一些玩感一点的影片。哦，你是词穷了，你听一席话，如听一席话。那是不是其实有一些是很有我们自己游戏创意，有一些还是要稍微符合端音式？所以我们第3个要回来。你这次第2集的这个角色拉得比较好。我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我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出一个资料库。哦，你有整理好，Reels 全集，可拍全集。对，我推荐的很简单，就是在到哪里都抖动下半身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别墅的各个角落就好拍，都可以拍这个，大家可以讨论。然后这是第2支，哎呦，有喜，因为我记得我们这里有个阿玩嘛，对，我已经做过2次麻吉了，大家都看上了我这个麻吉，有戏有，现在拍看。好，那来你上来，上位。よしよい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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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小心哦。2、3啊。是这样吗？是这样吗？12万他我受不了，不要这样折断哎！哎呀，我脚都在断掉哎！反正。哎，有吗？还能撑多久？本周三，脚底帮2.0马来西亚吉隆坡强势来袭。好看一下。看到大家此起彼落的用手机在查资料，准备拍 Reels， 真的是要忍不住跟大家推荐一下，微讯eSIM真的非常的可靠，无论是马来西亚、日韩、中港澳各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它都有网罗。可以根据你旅行的天数、想要用的用量规划非常的多元，自己去官网查一查。而且呢，微讯强调他们有24小时的真人客服。我上一次在日本旅游的时候，真的遇到需要客服解决问题的状况，半夜11点哦，讯息他10秒就回了，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可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近期刚好有旅游计划，不妨参考一下。记得输入折扣码 BAI 100，你想折扣，厂商也知道我的推荐是有用的，感谢你，微讯eSIM赞。
你们全部在手，我到底要怎么拍？你的手机一个人进来，我怎么拍？你看他，我真不会讲，我真不会讲，我不知道要拍什么了。我拍打比我太好了。好了，我们刚刚那个玩得很开心，整个疯掉，现在又进入了15秒可以睡着的阶段。但重点是呢，命运的一刻已经到来了。这关系了我们在业界这么久的威信。刚刚回程我们在车上那么疯狂的阶段，他把他心目中的图已经选出来了。你是说刚刚那个司机在听那首 rap 歌的时候，他选出来的？对，那首 rap 歌很赞吧？哎，哥厉害了，就是这一趟旅程史上第一次工作人员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看影片就知道了。It's me. It's me. 不，全是赶紧接手，我打发。你要跟他说这是你的 My MV music video。 Thank you. 好，陆斌你已经选完了，对不对？来，你现在秀出来，你会选封面的那一张是哪一张？好了，这张的构图这么大，怎么有可能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可以拍出这种张头鼠目的照片？又这么近，什么意思？张头鼠目，衣服的那个纤维都拍出来了，真的，摄影师卑鄙下流，所以你会选这张当封面。对，但你内心其实有一个你们最喜欢的一张，好，你公布那张出来看。哎呦，怪，你喜欢怪怪的理发师？哇，为什么会选这张是喜欢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蛮怪，而且看起来很真实。上一张嘞，上一张就是做，就是我说就是拍着那个人摆 pose 的拍着那个人比较那所以有3张遗珠之憾嘛？对，有3张遗珠之憾，你会删掉哪一张啊？如果有一张势必要从这个世界上焚烧掉，要删除，当做不存在，你会删除哪一张？我觉得没有那么糟，可是我选这张。好，删除。来，你勇敢的说，就是被你删除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用0.5，然后这样拍，我脸可能拉的有点拉长。对吗？谁这么坏？猜这种东西哈？但其实讲真的，知道我以为是我心中第一名，你知道吗？真的吗？我一看到说，好，真的好厉害。没错，我看有一张我也是在我心目中，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一张。这一张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可是我可以给点奖评吗？我觉得为什么陆斌不会选，好不好？你说，双峰塔不是重点，重点是没错，因为你这样的照片重点在双峰塔，对。那刚刚那一张的重点很特别，这一张重点，不要说你吗？对啊，你这一张的重点，因为你这样的照片重点在双峰塔，对。好，那个谢谢陆毅参与我们这么疯狂的游戏，那我们大家就洗岁喽。好，辛苦大家，就明天见喽，第二天见了各位，顺利。有个人追来追去。哎，你拿什么？你拿一块要删掉人家要被打，是不是？要被扁，是不是？来，脚伸出来。哎，那没有会想知道，可以猜谁拍的，可以猜说谁像谁拍的吗？谁拍的？我想知道哎。陆斌可以猜吧？来，座位去，座位。对。先说那个会被删除的那张，觉得是谁？哎，哥，干嘛打我哥？这张我觉得是比较哥哥。哦，怎么说？哪一张？我可以看啊。如果今天猜对的话，对不对？那个哥哥要被我们大家打脚底板，所以我们很希望你打，但又不想扁死那个哥哥。那我可以就全部都先讲完，就是我觉得是谁。好，对，那你觉得那是我？好，然后另外一张呢？我是这个。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哦，要维持自己的 pose。我是这个。这张是谁？这样是拜相。好，拜相，那你要比这样，你要摆，你要很酷，你要坐着。
这是有点国际脸的感觉。好，下一张是有国际脸的感觉。下一张。哦，好。这让我觉得是困难哥，他先去买凤梨。哎呦，我们是王者对决。尼克哥哥，来一个，对，哎呦，尼克哥哥来，尼克，所以现在怎样？我跟你聊，我被打，你说我不要，第一名是我被打，我不要，我后面我要被打，这有道理吗？先这样，这样吗？这什么情况？这样谁？我选你。 OK，that's good。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猜对了怎么样？打交100，这什么道理？不可能吧！我第一名我被打。恭喜，你猜对了一个。对，为什么第一名我请救美？为什么是我被打？每个人打10下，对不对？这是4号吗？每个人打10下哦。对呀，这样130下。每个人太狠了，都有。所以有玩的人算就好，130下。哦，10下。哦，好痛哦！哎，摆下。哎，我没打过脚的，那诀窍是建议要停住，然后把力量灌进去。不可以用倒钩的，不能用倒钩那一面。这样不算，为什么不算？我愿意被打，已经很好了。还有9下，算。差不多。等一下，还有3下，10下了。哇，这招！还有卢比要打，还要打，这是一种奖励。那我先算。卢比猜了1个而已。当封面还被打。睡眠质过好了，真的，我从来没有合睡伤也过，核心睡眠是，从来没有核心睡眠超过1个小时，这辈子都没有过。可是我是到外面睡才睡得比较高一点，因为我在家里面又有2只猫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6点半必叫是不是？对，一定，然后就要自动到那个去喂。假如你今天真的忙到3点，前天晚上对2、3点就是才躺下去，6点半一样，必定起来。而且只叫我，只叫你啊？只叫我。我也是，就是我家是2只狗，有时候会想尿尿，然后它会一直挖那个门，我太太也不起来了，都是我在起来。谁要起来？都是我在起来，那就是他就是跟没有啊，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是你起来？然后他就说我没差。他不会影响到他，不会影响到他，会影响到我，因为你起来了。哎，上面蟑螂超大一只的，这么大只的，越接近赤道的昆虫越大，对不对？你这样讲恐怖，我们晚上先刺猬了。不怕，我不怕，不怕啊。但我可以去救你，我会在那一刻颜值再超过前。超过一次，对，帅。他在浴室哪里啊？没有，在他房间，然后跑到谁的行李箱，往洗他洗。不要了，不要了，先就不要了，不要了。这可以吗？可以，抓到了。哇！你没有不见了。抓到了！你真是有吗？刚刚讲给你们。不是。你可以帮我抓进那个垃圾桶冲掉它吗？没问题。谢谢你，我们的大英雄。谢谢尼克。各位弟兄，昨天睡得还好吗？非常好。早上慵慵懒懒的起来，吃了一些好吃的东西。现在要干嘛知道吗？又要来吃东西了。没错，幸好我已经留位留好了。你留好了吗？我0秒出门
0秒出手，0秒出手，你已经连续3天都是我们之中最晚起来的人，怎么可能？这非常的严重。咦，我们昨天不是晚餐吃那个妈蛋关嘛？对，有吃到一些炒河炒粉。如果昨天的那个炒河粉已经让你觉得很好吃了，今天更是要颠覆你的3观。请看后面上面写 since 1963。哦，1963 ，37加25，37加25，七十几3啊，60。37加37加25，62。你算好快哦，怎么会这样？心算。那我们就继续享受一下吧。 Yes。哇，你走好快哦，你很饿哈。对，他是唯一没有吃早餐。他没有吃早餐。好，吃吧 ，Go。刚算到一件事哦，我今年33，Ruby 今年16，他的岁数乘以2刚好可以追上我，还差1年呢。到有一天你已经没办法乘以2追上我了，Ruby， 那就代表你长大了。怎样？干嘛笑什么笑？没有，所以你把一些屁话讲的好像是个道理，很白痴的。对，好了，那我们去吃饭 ，Let's go。问一下，月光河里面到底是什么？我猜是福建面加生蛋，对不对？月光河是什么？炒粿条然后它是打一个生蛋在上面，然后因为它的面是热的嘛，热的，所以它会熟。对，那个鸡蛋会熟，就会把它拌在一起。好厉害啊！我要一个 A15，我可以点一个 A18试试看吗？ B1 鸡翅3蛋，再画 B13 Baby Octopus 以收一寿清甜8爪，然后再一个 B14来 New York Sugar Poker 几份？这刚刚什么月见？哇，就是先拌一拌，然后再装，用温度把它焖半熟吗？兄弟们，这个不好吃有鬼！它这个锅气，你敢想象吗？这种生活你敢想象吗？敢想象可以吃月光河的生活。哇塞！这几天下来的行程，我已经觉得我们快变时尚玩家了。我要吃到月光河。好，月光河。那个八角鱼。哇，月光河，很好吃，不错哎，哦，很 Q 哎，很好吃哎，超 Q 烩饭。这个是烩饭。哦，其实我们点中的就那么大，那我们对啊，点小台的，点大海的，对，点大海的，会死人哎。烩饭是哪一个小天才？哎呀，是会炒饭哦。它的饭本身是已经炒过了。对，很好吃哎，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觉得跟我们的烩饭的差异是，它很着重它的香气，它香气很饱满。它吃进去的时候，你口腔是被香气塞满。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吧，这完全会爆，就是味道会炸出来。哥有机会帮我弄一下米粉，来，感谢，不好意思，哪个你是哪个？有机会的话，下次，我传手了。好，我们再约。好，这样就可以了。台北人都是真的都会说再约，真的真的不想约。真的假的？可是我们都会相信的。大家跟你说再约，你真的会放心里，下次回到台北你会约他。我会跟他说，我下礼拜还会在台北，你什么时候有空？他就会说，那我们再约。我们后来就被台北人教育过了，所以后来就知道了。这边还有生鸡翅哦。但是我们进行火爆黑白线，只要一输这个人就要立刻吃一口，吃一碗，再输再吃一口，来，输再吃一口，把它霸到完为止。来，我们这么多人怎么黑白配？其他都不好。就我们5个吗？我们5个。来啊！你马上盛出来吃这一口。什么？你马上盛出来，然后吃这个。我是好。那来吧，可以玩。这个没那么好，不想把你自己画面里面的那来剪刀石头布。哎呦！剪刀石头布。哎，等等，我们退出战局了。我跟你讲，尼克一定超怕，因为他就一定会吃石头布。越害怕人就会中。太干了，加点汁。好了，完你直接跟他讲你要出什么了。好东西。剪刀石头布。你每次都这样子。石头哎，他都用右手出来，用左手出。因为左手是恶魔。哇，他是潮州戴森。他的英文叫戴森，有没有可能？哎，这3张纸就好，3张纸就好。戴森你有点太凶了。输的人装啊！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等一下，毫无悬念，等一下。剪刀石头布。没事了。好，我等下出剪刀。好，剪刀石头布。哎。石头布。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哪！有没？你说剩2位没吃吗？对，那我努力一点好不好？努力我努力一点。来。石头布。努力替他们吃。不然你吃完，我们再熬一场鸡翅啊！如果你们愿意再把鸡翅拿起来赌啊，那我们就再玩一次，然后在一起吃就好。哎，在一起吃。好，来，我想吃这个。来。哎呀！2人做事2人担呐。哎，你可以发现这个其实都他们2个在怂恿的，真的。大哥，你觉得前面那群是在看我还是在看你？我们试试看。他们走了，为什么？他们好像在看大哥。啊？我都已经这样了，还不是在看我吗？可以跟你拍照。是。谢谢，来这边玩吗？我住这边。你住这边？台湾人。哎呀，辛苦你了。是呼叫，是这。哦，有了，不是，我不能允许这种，不是。灵魂酱汁。他们椰浆饭都会配一只鸡腿，但是我就很好奇的是，我第一次看到鸡腿有洞，对，中间裂开。我以为椰浆饭会有类似咖喱饭的东西淋上去，这个淋在饭上。对，那这个鸡腿这为什么有洞？谁吃了？没有吃，没有人吃。要里面炸熟把它切开吗？哦。哎呦，怎么了？这个哎，什么东西？怎么啦？你要讲什么？这全家吗？全家吗？先翻一翻，看你的我刚刚口味够辣还是你？这辣的啊，有点辣的。哪有人加才讲？那你吃一口了吗？还没。快点，尼克已经忍不住了。没有，完全没有忍不住。没有。真多么希望他把它吃完。哎呦，很大。我觉得应该那个汗很快就会逼出来。对，然后它的那个椰奶饭啊，非常好吃，那个椰香味很重。然后那个酱吃起来像什么？像是那个终极 Plus 辣版的那个 XO 干贝酱。哦 ，XO 干贝酱。里面也是一些小鱼干，但是他们没有加干贝啊。没有。那你喂尼克一口。哦，尼克，快点。尼克有辣。好辣！吃鸡肉。哎呦，他最近这个肉不见啊，但是也很好吃哎。你也想要吃一口鸡腿？没有。看达哥看得很眼馋哦。你说达哥眼馋？嘴馋啊，讲错了。尼克要吃鸡腿。我第一次看到敢正面达哥，然后骂说你眼馋，你嘴馋啊，你那样子。好，吃鸡腿。所以我觉得椰浆饭真的是非常的棒。尼克要吃鸡腿，你要吃鸡腿哦。尼克来了，你自己吃一下。哦，对，就是那一块其实是最赞的，我留给他，他就毫不犹豫的吃了。不用客气。对，然后会有一些柔刀，手酸了。好啦，那其实我们这个椰浆饭吃差不多了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出发回去民宿洗个澡。好，那我们回去了 ，Let's go。好，回去。不要再喂，你没在录我歌。你没在录我歌。标准的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啊！不要再喂了。不行了啦。他是不能自己自理吗？他是鱼，他是需要关怀是不是？这是鱼，你一直喂，他会一直吃。可以了。但你还是接受，对不对？他这样绝对让你受不了，不要。
好了好了。我觉得要是没有那肉菜，会揍你。我们去找喝的好不好？喝个饮料太可爱。好的，各位兄弟，我听到了。我们那天去吃海角人的时候，在回程的过程中一直讲说，肉鲜，肉鲜，肉鲜，巨大肉鲜，巨大肉鲜。那我们想说玩一个小游戏，来决定我们可不可以去吃螃蟹大餐。是我们的单位 VS 你们4个。如果你们赢了，我们就去吃螃蟹大餐。你说大家吗？没有，只有你们。如果你们输了，你们猜刚才发生什么事？就是我们会给你们4台摄影机，然后你拍我们吃。我们会吃给你们看。他笑得很开心，他说这辈子没有这样过。你小孩出来说你有笑成这样吗？所以等一下，所以说我们赢了这个游戏的话，我们4个人吃4个肉蟹还是巨大肉蟹？巨大肉蟹。有一天可以从达哥口中听到这种话，我真的是非常喜欢。真的是网感。不然怎么讲？不是肉蟹吗？他是说巨大肉蟹。你的意思是你要想要问几只嘛？我跟你讲，随便。我们可以去说我们要包缸，对，这全部蟹给我们，这样。包缸，又是我们包缸肉蟹。合理吧？包缸啊，包缸肉蟹，合理啊。主持啊，好累。包缸怎么了？包缸怎么了？包缸很好，一整缸的蟹都是我们的。对，我想了一个全新的游戏。因为上次小礼帮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我发现呢，这3位兄弟竟然都对火影忍者如数家珍。有稍微研究一下。达哥此生看过吗？看过，当然看过啊。哦，你知道鸣人长怎样吗？我知道啊，他黄色的。哎呦，可以哦。你现在说蓝色就蛮。你知道佐助长怎样吗？蓝色的。哎呦，也算是有懂。我第一次看到火影忍者可以用颜色来分来形容他们啊。OK， 这个我等下会考坤达哥一些火影的选择题。我会先问坤达哥一个题目，之前呢，我会先告诉他我的出题范围是什么，然后会有一个时间，比如说限定时间60秒，然后3位火影大师就在这个时候去预测，然后你们就可以趁这个时候猜测我要问的问题，然后在这1分钟之内帮达哥疯狂的灌攻。1分钟？你确定1分钟？你对他们3个有了解吗？黄金60秒。你觉得在这1分钟我可以听到哪些话？我们是逻辑性很强，你们3个要有默契。没问题啊，有啊，条理。对，好，我们是冷界3人。其实你是纲手啊，他是纲手，他是纲手，他大蛇丸，他是纲手，我纲手，你他才是大野，他才是大蛇丸。我叫大蛇丸，我演纲手，纲手你自来也好不好？等一下，他才大蛇丸了。好，谢谢，我们这个单元先就录到这边，因为长度够了。好，谢谢大家，长度有点怪怪的。好，大哥，欢迎你来到速攻人助力第1回的现场。第1题，大哥你们很紧张，会是那种让你深入浅出，感受到这个游戏的乐趣，所以我第1题设定的难度非常的适中。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1题的提示，然后我说预备开始，你要赶快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冲回去这个臭皮匠的区域，然后让他们帮你灌口，好吗？可以哦。你们讲话可以小声一点吗？我们已经很小声了。好，谢谢。我都快听不到我们讲什么了，你知道吗？我们在同一个空间，你们知道吗？请看第1题，第1题的范围将会是好，大哥快！忍者村传说中的3人，计时倒数1分钟，开始！来！躺着。45秒。其实有一些事情，不是，其实有可能是旧3人，也有可能是新3人。对，旧3人就是旧3人，旧3人有其中一个是我，对，然后我很常打火枪啊，我俗称纲手，纲手，然后打自来叶，向往自由，自来叶，对，他很有文采，他写小说，小说主角就是主角，对，小说主角就是鸣人，就是鸣人，自来叶。然后新3人，鸣人佐助小樱，新3人，
是名人佐助小樱，名人佐助小樱，高水直接给大蛇丸，名人佐助小樱，手机投，跑回去。新三人才是名人佐助小樱哦。就是让达哥回到一个宝宝的形态，比较好灌输一些知识。对，可以，等下不那我们不讲话了吗？我们不讲话了。第一题，请问的人，曾经的传说三人之一，使用男大姐语气的木叶隐村叛人是谁呢 ？A. 纲手 ，B. 自来也 ，C. 大蛇丸。我必须说我很不乖，不要讲话，谁在讲？请作答。他们刚刚都没有讲到这个啊。那这样子考啊？好了，刚刚我一直听到他们在讲纲手的。往后看，你看谁最调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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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最不乖 ？OK， 我觉得应该是大蛇丸。哎呀，太聪明了，真的天赋啊！哎呀，真的是大蛇丸，恭喜答对！来，想不到我们当中出了一个叛徒啊！哎呀，太厉害了！这种问法受不了。第二题的提示是跟重要的角色佐助相关的问题，分别来自于前期的名篇章《佐助夺环篇》。来准备计时，1分钟开始。来，什么夺环篇？可以不要躺吗？夺环篇是哪一段？夺环篇就是去抢他，你都不知道。加分，我知道的。记住一件事，如果去夺环它会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左路上有个咒印。对，咒印，那个咒印叫天之咒印。天之咒印，然后它的绝招是千鸟。咒印会有第二形态。对，有2个形态。它会有那个。然后它最后夺环篇最后就是他跟鸣人决战的地方，叫终结之谷。对，终结之谷。他们那个结局也是在那边打。鸣人有使出了那个人柱炼能量，他放出一个尾巴，一尾流拳，用喷的妖狐外衣，然后在终结之谷的时候，他解放了血轮焰的三勾玉模式。三勾玉血轮焰，三勾玉血轮焰。他最后几场他有长翅膀哦。好，对，然后脸变黑黑的。最后被他哥哥吸收掉。对，哥哥救他了。宇智波鼬吸收掉。草地剑。没有宇智波鼬，那你没有宇智波鼬啦。哦，没有，不要乱灌。才破不开。可以吗，大哥？玩2题就好不好？来，第2题，请出题。得人。宇智波佐助离开了木叶村后，为了追求力量，他去了谁的身边？我的天哪 ！A. 佩恩 ，B. 自来也 ，C. 大蛇丸。我跟你讲，这一个东西我自己看到的。哎呦，大蛇丸，确定吗？确定。恭喜答对！哇，太厉害了！厉害，完全靠自己啊！可受不了了。上去，躺好，上不了，躺好。来，第3题，跟血人眼卡卡西有关的写错了，写是那个写功课的写。计时开始。好，大哥来的，我有一个关键的，一定是输这一题。他的眼睛是宇智波带土的，带土的眼睛，对。那他的那个万花筒血轮焰的绝招叫神威，对，神威，他会把一切物理也吸收掉，对，进入水到其他地方，对。然后他是那种做啥吗？他是其中一颗眼睛啊，右眼，其中一颗眼睛，右眼还左眼去了，右眼受伤，左眼吗？左眼，对。然后右眼还左眼，而且他的绝招叫雷切，对，雷切也叫千鸟，然后他是传承这一招给佐助的，他有个外号叫做拷贝忍者，因为他只要看过他就会了。对，我懂，我也有带这个功能，没错。神威的那个须佐能乎，然后就是神威，然后使出神威手里剑，对，神威手里剑，对，最难的时候，对，带土宇智波带土，他给宇智波带土给应该是出这个，对。为什么你回来的背影都很落寞？不是，因为就是有听跟没有听好像差不多的感觉。什么意思？什么？也是有差的。来，请出题。得人奇木卡卡西的血人眼原本的持有，我真的是太厉害了。宇智波带土 B， 宇智波吃土 C， 宇智波坐地会吸土。你确定这一题他有需要上来吗？看到鬼了，是不是需要上来吗？奇木卡卡西的血人眼原本是持有者是谁？应该是坐地会吸。喂，你确定吗？大哥，你要不要往后看一下？又撞到了，请问看有什么用？有什么用？他像什么？他像什么？血轮眼就宇智波他们家才会有的。对，我们刚刚讲到啊，那就是吃土。好，哎，恭喜答错，他还是宇智波带土，会做节目。这太
太简单了啦，太简单了，故意选错是不是？对啊。哎呀，确实，要是我会选不出来。这里我上送你这个。哎呦我靠！哎呦我靠！还让我一点是不是？来下一题，跟犬种牙知名角色名人的好朋友之一犬种牙这个角色有关的题目，计时开始。来，犬种牙会考什么啊？人兽的故事就开始了。对，我觉得他会去哪里？哥，要打撞球了吗？我先帮他拿水。要打撞球吗？对，我刚刚要打撞球要找我。对，我觉得他的大学是牙通牙。对，但是我记得后面还有更长招。美牙。狗狗叫什么名字？那个叫。我就忘了，吃完，对，他有个狗伙伴叫吃完，他是跟狗狗一起合作放通灵术，对，他的愿望也是想成为火影，打到狗狗会在背上，而且狗狗会吃一个绝招叫做军粮丸，对，军粮丸，对，吃的时候变红，它的合体技叫什么？牙通牙，转来转去，合体技，牙通牙哦，牙通牙，听得懂有鬼啊，听得懂有鬼啊，听得懂有鬼啊。然后他都穿一年四季穿大衣哦。哎，大哥谢谢。哇，大哥记得在。怎么了？我撞到那个很大力，等我一下，没事。有没有怎样？没事。你们桌子里面看一下有没有肿，我看一下。哦，不用，没事，不会肿。等下要肿才会，等下才会肿。先不用理我，没关系。一下子一撞，我完全忘记你们刚刚讲什么。不会吧？不会，可以哈。对，可以。来出题哦，等等。请问犬种牙的伙伴是谁 ？A. 白丸 B. 赤丸 C. 益丰堂。益丰堂是什么？是拉面吗？益丰堂最有名的就是白丸跟赤丸。他们刚刚有讲到，就是 B 赤丸。你确定吗？你觉得图片里面的那个不是提示吗？那个狗看起来白白的。我讲赤丸，他们一声都没吭，肯定就是叫我不要改答案。我们气到说不出话来，有没有可能？恭喜答对！哎呀，大哥，是不是昨天很吃完？对，因为他吃了军粮丸之后呢，才会变吃完，吃完这样来的。哎，竟然拐不到他，我选了一张白狗了，他竟然没有说是白丸。漂亮。下一题提示，等等，跟叛人相关的问题。叛人，计时开始。叛人比较广泛，最有名的一定要讲小组织，因为全部都叛人。叛人最重要就是有讲那个组织叫小，然后小火影叫做小组织，对培恩。然后火影的叛人就是宇智波鼬，佐助的哥哥，对，他是哥哥，叫暗部，对，然后佐助也是叛人，对，叛人有一个就这种组织叫小组织，对，小组织，对，小组织小，一个小弱小的小，对，他们主要任务是抓尾兽，对，1到9尾，对，然后呢，你收集了1到7尾完整的，对，然后8尾拿到一个尾巴，对，没抓到，对，没抓到，主要之后可以召唤10尾出来，小组织，来，请出题，等等。身穿黑底红绫花纹长袍并戴斗笠，由各国 S 级叛人组成的神秘组织叫做什么 ？A. 小组织 B. 小组织 C. 小组织，请作答。大哥，你不要皮哦！就是答错我会咬你脖子哦，大哥，我要吃完咬你脖子哦。就是小组织啊。哪一个？大哥，你不要皮哦！不要咬脖子哦。B， 确定后，恭喜答对，太厉害了，日遥小。来下一题的提示，我跟你讲，真的难的。必杀技至少有2万种以上，这一题跟必杀技相关，这个范围超大非常广。终于有一题难度比较高的。我跟你讲，因为结合的太多了，我觉得你就直接说阿玛迪亚斯。对，应该是日照大神，天照，整个火影忍者最有名必杀技就是螺旋丸。对，螺旋丸就是鸣人发扬光大，但是发明者是他爸爸波风咒。但是如果以搞笑的必杀技的话，就是千年杀，卡卡西的必杀技。对，他会让戳肛门。初期还有鸣人很常放的一个绝招叫色诱之术。色诱之术。后面变女郎这样。对。我觉得我看鸣人，然后可以召唤通灵兽，叫通灵术。对，就召唤蛤蟆。但那是必杀技啊。对。但我觉得，然后佐助的绝招叫须佐能乎，那是大招哎。宇智波绝招是必杀技，宇智波都有啊，有写远招都可以。这一题真的难度比较高，因为我特地把范围弄得很大。来，请出题。犬种牙与刺丸同时旋转冲撞，彻底摧毁敌人的必杀技是什么 ？A. 牙连牙 B. 牙通牙 C. 牙洗牙 D. 长通长。我跟你讲，我这种是以一个以前考试常常的逻辑来判断的 ，A、B、C 都有牙 ，B 没有牙。那这个 D 可能就先不是，第一是长
通常，那上面也只有 B 有牙通牙，所以我选择是 B。哦，确定你的答案了吗？确定。恭喜答对。大哥，牙通牙，牙通牙，通常啊，我通常啊！这题我完全是靠我自己耶，真的谢谢，厉害，厉害！来，请看下一题的提示。这个《火影忍者的世界》强调这个忍者里面的忍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类别叫做瞳术。来，瞳术相关的问题，计时开始。瞳术让我想到的就是那个了哈，就是阿妈特拉斯。刚刚必杀技也是阿玛特拉斯，但我们瞳术也是，它是瞳术必杀技。先科普一下，我觉得最有名的瞳术呢，就是会几个眼睛，很多同心圆的。叫做轮回眼，然后如果有是红底，然后有勾玉的，那叫血轮眼。那如果是有很多花状，可是底色也是红色的，那个也血轮眼。对，然后如果你看到是白色，那叫做白眼。那如果我们血轮眼就有很多招式，对，就是天照就是阿玛特亚斯，对，然后阅读就是他的无限阅读，然后神威也是，神威也是，它是形状不一样。然后轮回眼是可以共享视力，对，然后可以用神罗天真，像那个天上的一样，可以共享视力，神罗天真。对，相信自己。对，大哥可以吗？上一题也是相信自己。大哥加油，大哥可以啊。请问宇智波鼬右眼的万花筒血轮眼的瞳术天照该怎么发音？这么简单吗？这么简单吗？不就是阿玛特拉斯？你确定吗？你再念一次。阿玛特拉斯。恭喜答对。太，我要阿玛特拉斯，你可直接说阿玛特拉斯，就是阿玛特拉斯，就是阿玛特拉斯。没错，我们一天到晚在喊的阿玛特拉斯，这道就是来自于那个鼬的瞳术天照。阿玛特拉斯。没错。好了，讲到经典招式呢，来，请看下一题。下一题跟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招式有关，这个阿完来讲就可以了。八门遁甲相关的题目，计时开始。从1到8门直接讲出来。1到8门，我跟你讲，反正我跟你讲，第8门叫死门，他们第9门叫身体会散发出血色的那个血蒸气，所以叫做什么？苍蓝猛兽。苍蓝猛兽会变。然后苍蓝猛兽是还没开8门前，8门后会变成就是红色尸体猛兽，就红色的猛兽。8门遁甲会有绝招，它有早中晚，早上叫做草孔雀，对，草孔雀。然后中午叫做画白虎，下午叫做细象，对，细象。然后晚上叫做叶凯，对，叶凯。使用它最强的人叫做麦特凯，对，麦特凯。麦特凯用它20小时，但是发明它的是麦特凯的拜法，对。麦特戴，他是发明者，他只有踢谁，他就发明人去了。然后麦特戴也像麦特戴嘛，只有踢谁去。麦克凯是使用他最强的。你要记住哦，早上是草孔雀，画法，然后过来像细象，叶凯，好，最后是踢叶凯，坐下去就不能讲话，不。来，请出题。请问8门遁甲图中的空格是哪一门 ？A. 幽门 B. 肛门 C. 喷门跟 D. 金门。8门是死门，所以第7门是什么？就死之前会怎样？会吓一跳。金门。哦，高粱为什么选金门？还是幽门？怎么这样子？哎呀，有反应了，那就应该是金门。恭喜答对啊，没错。哎呦，没意思，你答对。幽门是杆菌，没错，金门就是死前会吓一跳嘛。金门开，要死了，赶快！我跟你讲，下一题如果再答对，我真的没办法。下一题已经到比较深了，火影的粉丝都不见得能够答对。哎呦，跟结印有关，怎么办？血完蛋了，血完蛋了，真的。结印相关倒数计时，他会说，应该说我们要怎么讲呢？这结印呢，就是它会有城市5位，子丑寅卯的手法，所以它有可能第一个是考这个手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他这样的话，猜，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讲，他如果是考动的话，他如果结这个印是放了什么东西，对，你就猜好火球之术。对，好火球最常出现的。对，因为他结印的特写最有名的就是他在放好火球的时候，在那边结印，然后放好火球，对，然后跟水龙蛋之术，对，水龙蛋，应该是好火球，应该是好火球是最有名的。最有名，他是左出去放。对，但如果是他问的话，就猜子丑寅卯，没猜。他如果说不会虚有生态，对，他说是用什么？就说12支，天干12支。对。好火球之术，
我还没出题耶，叫我直接答。他预判了你的预判，我还没出题耶，预判了你的预判。这一题是动画题，等一下会有一个结印的示范，然后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招？对，先看题目，来，请看动画。影片中杰雷是什么招式 ？A. 火盾凤仙火 ，B. 雷顿千鸟 ，C. 火盾好火球之术。好火球之术，你确定吗？我只找到这个答案。恭喜答对。刚刚直接答嘞，直接答，算是被那个你们读中了。我们读中了，预判，反正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来到了最后一题。还有啊，请看下一题的提示。最后一题也是本次问答最难的题目，我提议他不能够回去听到你们的提示，他必须要靠刚刚的9题累积下来的判断力跟既有的知识来判断这一题的答案会是什么。这题是火影相关，火影相关。我们先看一段影片。最强 YouTuber MrBeast 也非常欣赏《火影忍者》，他的日文配音中特别启用了他非常喜欢的角色的声优，请问是谁的声优 ？A. 佐助 B. 鹿丸 C. 丁次 D. 鸣人。哇，鹿丸丁次，我觉得应该是鸣人。怎么说呢？他会做这样的 YouTuber，然后做这么大的事情，他应该是一个蛮乐观，然后蛮喜欢跟大家分享快乐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比较像鸣人的个性。主角哦，你用角色性格来看哦。全世界最强的 YouTuber MrBeast 在日本的配音，他采用的配音员就是竹内顺子老师的鸣人，恭喜答对！嗨，太厉害了！赞，大哥 ，good！ 除了带土之外，全对了。对，太离谱了！10题里面答对9题，其实这个大哥，哪题还是他让你的？对，还是让节目效果。想说满分太难看了，送你。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速攻人助力，下次见，拜拜。一人吃9只巨大肉蟹吗？9、4、36蟹，36蟹。所以我要从哪边开始看？没有，等重置后再看。重置再看，要不要看重置版的那个影片？你们两个一起看。终结之谷，很屌哎，画质超好。所以如果我看那辈子的火影，你太慢了，节奏太慢了，对，节奏很慢，节奏太慢，我会睡着。会。所以说这个再制版就是浓缩精华，他把漫画放进去了。所以等就好了，先等。你怎么会看无字转身？他一直叫来叫去，推的，叫来叫去。你老婆不会觉得？我老婆就说你到底在看什么？你有后悔看那个吗？还好，就是追着，然后就追完了。他也在就是真的是属于蛮色的那种。对，可是要脱袜子，要脱袜子。穿的不是比较干净吗？穿的力道会不一样啊。对啊，被发现了。没有，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想穿着也可以啊，我会力道不一样。哎呦，你昨天打的已经好了。我吐粉底了。其实我觉得我现在有点足底筋膜炎，是真的。谢谢大哥。然后嘞，你可跟跑去外面玩吗？你可怎么上班？你是新袜子对不对？对。新袜子会掉棉絮，因为我也是，真的。好，我帮你把棉絮打掉。好。哎，不是，没有，你来回那么多次打，是哪一次来打？这你没办法管我啊，我要瞄准啊。很大力耶！你会足底筋膜炎，我跟你讲，那只是声音啊。晚安。好，换我了。还好他的皮蛮硬的。你不用这样，因为我还有一下，还有10下。哎呦喂！那迪卡进来了。迪卡来。各位兄弟，没错，工作在做，时间在走。你那么远，因为我在等你啊。什么情况？太近了吧？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工作在做，时间在走。肚子会饿。又来到了晚上，我们会不会这一支影片都在吃东西？上玩家又来到了一家，孟哲说今天又是孟哲吗？你就没来马来西亚了。半38瓦煲咖喱鱼头。
咖喱鱼头啊，我对咖喱鱼头很陌生，我只有吃过林聪明砂锅鱼头。哦，已经梦者已经拉3连3喽，介绍了好几家都还不错。能不能这一家一样是高水？小时候的回忆嘛。哦，那我们就踹一下喽。有 ，Let's go。时尚玩家，不要吃到那流的。就是 David 很坏啊，整个 David，重点是那个麦都没关，都是在路上。如果是3小时半的，你是怎么开头的？你是不是前面先聊一些有？我说 David 家在哪里啊？我说槟城啊，来回啊4个小时半啊。真的啊，是哦。你们今晚不会？自然的带出这句话的，很暴力的切法哦，很暴力耶。这段又不能用了嘛，对不对？不会叫用吧？然后你接下来我想听啊，然后呢？没有，马来西亚不合法，坚决拒绝。哦，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没有，你就失望了。没有啊，我觉得对世界就应该这样子，太赞了。好了，吃饱睡，睡饱，Let's go。你喜欢槟城还是吉隆坡？不是，他在拍哦，他在拍。我们看到，不好意思，绝对不好意思。咖喱鱼耶，这应该超级下饭。耶，来标节的本，这个虽然还没用过，但才是用大汤匙。这是什么东西？他们真的很会用这种新香料去煮那种食物。饭是用香米哦，谢谢。烤头肉是这样。好，怎么那么小米？小心转喽。对啊。是骨头吗？不是啊。因为单层肉大很酥。哦，还行呢。这个可以。好吃。这家一样很顶。梦泽是还是通过考验？很会 Google 哦。说先吃猫山王，再吃他爸。猫山 King 他爸，密克，我其实好臭，真的不行。我闻到了，它是闻的臭，吃的香，跟臭豆腐一样。哦天哪，好臭！我的天哪，哇操，好臭！这有小块的，你可要不要吃一下？对，一个小块的。你肯定要吗？要了，胖要不要？我 Starker。先拿，我手指不干净的。臭，好臭啊！这是晒的味道哎！我跟你讲，真的很香浓哎。这个就是好吃的榴莲。它甜到会苦哎。开个窗可以吗？我想问一下，对面有人不敢吃榴莲吗？因为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好吃的榴莲。可以看起来没有很开心的。没有，因为你真的要吃一个啊。你可以拼点一个人，要不然你一个，你来，就你一点点就好了。你吃完你就可以点一个人吃，然后那个会点吃完你就可以再点一个人吃。我挑一个小块的，不然你真的会浪费。它像果酱，真的，你仔细是去感受。我吃的话就有权利点海角的。榴莲之王是榴莲吗？水果榴莲之王，水果之王是榴莲 ，K 歌之王陈奕迅，榴莲之王喵山 King。他是。从此爱上怎么那么好吃？太强烈了！软浪费250，你吃了50块了，刺刺的，你不觉得麻麻的时候麻麻的？没有啊，没有啊，从哪里都没有这种。站着壳在吃，为了不想吃这种理由摆出来。尝过了，那我可以指定下一位。好，谁不敢吃啊？我觉得你可能是白强吧。对，我都忘了。小来。你在喝红牛啊？我受不了，我身体快垮。我心态快崩了。欢迎瑞布这个时候来找我们大家。好吃哦。太疯狂了，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微苦？尾巴有点苦，很绵啊，相当好吃，对不对？你是不是在装？你根本就自己本身爱吃水果。天然有机物，通常来讲，它的味道不可能有层次，可是它有层次。你抓根本就自己本来就爱吃。我爱吃，我会做，我爱吃。一开始在那边演，这是晒的味道。我摸戒指这个小动作，是我最近在500副牌里面故意加上去的。
立刻说你抓小，为什么有一点尿味？我想用屁，你抓小。我觉得吉隆坡的堵车已经算还可以接受了。那你们家在哪里啊？我们的家是在槟城，从这里开车去槟城要多久？2个小时。4个半。啊，比去新加坡还久。跟去新加坡是大同小异啊。那你们吉隆坡也有？经过昨天一个激情的夜晚，对，大家早安，来到了传说不是中昨天晚上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一个地方可以来2次，早晚各一次。这是要提出一个灵魂拷问，就是让我们昨天晚上干嘛离开？对呀，睡这边就好了。我们昨天晚上是来看景的。5、6、7、8。在我们身后的呢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店和酒海南茶和酒茶店。我从来就没有期望自己可以吃到这间店过，因为它真的太难订、太难排、太多人。啊，为什么今天做得到？主要是因为呢，这一次的旅程当中有2位非常好的伙伴 ，David， 对 ，Super David。他是 David 对不对？大卫，你一直讲的像 David， 对，因为我人生中的 David 不多，所以会觉得说是谁？是 David 啊 ，David 还有 Amy 对不对？人非常的热情温和，有问必答。像玩客有什么需求，他一定会回应玩客。问他直接告诉他哪些地方可以有红灯绿灯的那个地方可以停好车的地方，很有名的拍照停车场。对，绿灯行，红灯停，黄灯。黄灯辉一定行。好，择日不如撞日，我们就跟 David 合照一下，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没问题。OK，David 等电话。 David 好忙哦。David 说合照，马上打电话，马上打喂，电话。我没空。谢谢 David， 谢谢 David， 这就是我们这一天一直在帮我们处理事情的我们的导游 David。那今天是你第一次跟就是我们这种台湾比较网络上很灵活的节目合作，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感觉到非常开心，非常的。对，他求知欲是不是很高？非常 chill，求知欲非常高。对，而且每到一个国家，我都想知道这个国家的那个生活形态啊、风格啊，甚至是在地的民情。差不多80-100左右。停车费吗 ？No， 80-100的进去啊，90没有那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没有。谢谢这个 David， 谢谢 David。哎，不是，帮你们拍照，我等下传给你，好不好？谢谢 David，来哦。兄弟们开动！好想吃鸡排啊，感觉很好吃。不知从何下手，太多了。那我吃这个绿绿的虾仁小麦，吃一下这个。哎，这个吃得完吗？这很好吃，蛮像我们的油饭，然后又更湿润。哇，你看它这个，看它这个，哇，尼克喜欢扒开来的，扒开的。你可以帮我把这边掰开吗？谢谢。哦，它真的有点像那个下午会开面包车来卖面包的哦，传统的那种面包，但是是好吃的，很香哎。好玩，你想要吃吗？不用，这样。我喜欢。哇，不要一下打蛋，应该是打蛋之后吸对不对？把它搅拌，变成了蛋黄会有一点水出来嘛。哦然后就是这样子。熟度控制很好。对，它的那个拿捏的非常好。可以稍微再深一点就不行，但稍微熟一点它就凝固了。哎呦，熟度拿捏完美。可以。好的，4位，也不知道该不该说，这是我们脚底帮的传统，在这种冒险之余呢，总是要来一点一些前节目的行为。不是啊，你要想说是因为我们就是热爱运动，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定要有一些这些元素。对，昆南哥最近比较少去健身，某些程度上来说，某一些角度上，他的肉体跟尼克的差距现在是最小的。我还没看出来。
我猜的。所以呢，这个我擅自做了一个决定，想要让你们在这边对决一下。 OK， 没问题。所以我有个问题，请问，在这场世纪对决当中，我们两个的角色是队友，是评审吗？我认为你们应该是4强鼎立，1打1打1打1。哦，1打1打1。最输的人今晚 Super 肉馅的账单就是那个最输的人要把它扛下。所以10元岛我们是分队进行对抗嘛？这一次是1对1对1对1嘛？对，我们的赛制是很个别咯。好，那我们就往场地前进，好不好？见真章 ，Let's go。他们从哪里要开始叫？走楼梯就可以叫，对不对？哇，对，楼梯吗？尼克，大家走到楼梯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哇这样。来，倒数5、4、3、2。现在准备要去我们的决斗之地了，没错，感觉就是前面哦，紫禁之巅，到楼梯才能哇。对，虽然我已经看到了，还没，要走到楼梯哦。好，走到第1、2、3。哇！天哪，搞成这样有必要吗？不可能吧？很正式哎，真的哎，你们这样子是 bingo 游戏吗？你们这样子搞，哇，谁受得了？你看你脚是破皮了，有一点点。你干嘛刚刚那么冲动？刚刚觉得太兴奋了，这个场地真的是重金打造，想滑一下，太兴奋，所以不小心滑了一下。等下谁踢进了要滑草皮哦？不行啊，那是会溜婆哎。哎，你那个很痛哎，那很痛，真的很痛。不会滑哎，真的不行哎，好痛！他那个护膝，那个很痛，超痛的。好的，这个相信大家很怀念我们的足球9宫格，对，竟然在吉隆坡出现了，对，复刻了。这个9宫格是在这边就有的吗？我跟你讲，如果这种东西在网络上买得到，我们节目还有什么价值呢？当然是这个用很复杂的方式做出来的。有梦泽。又是梦泽，可能刚刚喊这是梦泽，古人有云啊，慈母手中线，9宫格你来踢，所以这每一张都是他在家一张一张自己弄的。哇，辛苦梦泽嘞！铁的部分是人家弄的，我是说那个一格一格的部分。好，那你直接讲今天的游戏规则。今天的冠军可以抱着梦泽激吻10秒。哎，梦泽抱着吻10秒吗？以及巨大梦泽，巨大梦泽，巨大梦泽，因为有些梦泽有练蛮巨大的。规则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很简单，我们就4个人 PK， 9球吧，9宫格，9次机会。那是一口气踢完，还是说踢个3球，然后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子？一个人9球嫌累是不是？对，就是如果说我踢完之后，我就是几分，然后如果说他5球就赢我了，那我就觉得说，那我输了。他就会做节目，3球这样子，高潮迭起。好，我们先决定完顺序之后开始练习。好，那猜拳吗？没错。好，剪刀石头布，摇头布，好不，第3个，我第4个好了，最后一个，第3、那我第2个，那我就第1个。你们让这个人第1个真的 OK 吗？会不会显得自己有些渺小？就是我们需要达哥激发我们的肾上腺素。对啊 ，OK，我们的求生欲。我们要看他认真的程度到哪里。好，那每个人先练习个6颗，60个练科，6颗，60练科，60个练科，6颗，好，来练一下。所以就。来哦，各位，第1场第1回合正式，我们昆达选手。我觉得达哥至少会踢到一个7，至少。我觉得5分。你说3球加起来5分吗？还是3？那你觉得3球加起来几分？我觉得至少12以上。好，我觉得10分。好，请开始你的表演。呀！哎呦！哎呦！第1球就9分，哎，无聊。而且那么强力。对啊，为什么每次他比赛就要很认真？要不是9只有1个，他3球9分呢。他比赛都不让下这些弟弟们。对呀。达哥不想请螃蟹吗？哎呦！达哥不想请螃蟹吗？哎呦！达哥不想请螃蟹吗？哇！哎呦，946，傻眼啊！19分呢，19分呢，不用玩啊，怎么玩？19分呢，不用玩啊，怎么玩？梦泽啊，梦泽。下面问谁？刚刚不是有我想到你下面那一位压力很大，怎么办？怎么办？哥这边有反应机，
你们有把反应做好吧？不用玩啊，怎么玩？太强了，就是跟鬼一样，吓到没反应。没。来，正式来了，来，教选手，请开始你的表演。来了，第一球，漂亮，哎呦，漂亮，哎呦，哎呦，有分数，有分数哦。漂亮，这才是我要的感觉。注意哦，注意啊！最后一球，好，最后一球。哎呦，非常扎实的一球，耶，6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感觉是有话想要对卢比讲，是不是？在拍杂志吗？卢比，我已经太老了。什么东西？如果年轻10岁，有可能是不是？躺脚9，好，跟刚刚练习一样就好。对，9，好。哇，是9.9，我操！请问球要进去吗？不用，正掉就算。哎，哥，不会这时候要进去了吧？这么帅！来，裁判，开位，裁判开位，接讨论一下。不然这样好了，我会觉得应该是要踢进去。因为如果现在这样，如果你说我们说好不进去也算，你现在等于是被这个人钻了一个漏洞，他等下就会用全力踢在十字的正中间，他可能会震掉10。我就乱踢，我就乱踢对，结果对。没有，现在我是在，如果等一下他是用蛮力在踢这个铁空的话，就一次棒正9张的话，那我们你怎么知道我即将要这么做呢？因为他有最强的身体，他现在最强。没有，我跟你讲，我觉得2级了，我们先暂定要进去，然后看他后面2球怎么样。你说如果他后面2球都没有任何屁的话，就算同情分给他，就算给他。啊，如果都进了嘞，第一个要重踢，重踢，对。现在这9分还是比胡椒高。对啊，这样是不是又对这个人不太？那就折半。你讲，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他重踢好不好？好，球要踢进。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没讲清楚，先讲清楚，球要踢进，要踢进去，对。好，解散。好，这样，那注定第一球就不算了吗？不算。那贴回来。那如果今天是球踢进去了，但是没有掉下来怎么办？怎么弄的？你解释一下。有没有可能？速度太快，对，只穿越下面2个魔鬼对，有没有可能？我们这样算1分，好不好？好。等一下，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达哥把球踢进5号，但他的球威太大，4号跟1号都掉，这样要算？不能算，算进的那一个。好，讲好就好。好，开始来。好，这样。9，好，9。哎呀，好可惜哦！他想塞那个10分的，真的哎，差一点。好，几分？9，好。他眼里只有9。要开会吗？需要开会吗？不用开会吗？不用吗？不用，抓到感觉了，抓到感觉了。他只要拼一个9就赢你6。9，对。哦。来接。所以这样子是算9分吗？愿赌服输啦。对啦，你还有6球机会。我们还有2 round 嘛。你要记得，你下来都是黑马哦。你都直接追那个。从头到尾就一直练习9就对了。对。好，那我们就给下一个人。好，尼克，实验教练尼克。你觉得尼克兄弟6分？3球加总6分吗？还是1球6分？加总6分。我觉得尼克兄弟会用蛮力这一个方式来对抗。可是我觉得尼克至少会10分，至少会有10分，至少。好，请开始你的表演。有1分了，1分，可以。那会6分嘛？因为1、2、3加起来刚好6。也是6分嘛？1、2、3 6分。6分。哎，这个是我们想被达哥说中了，踢杆子。哇，第2球就已经出现这个招式，出大招了。他接下来只会更大力而已。没错。哦，好用力哦！这6分呢？真的6分呢！真的6分了，真的6分了。打完估6分，6分。OK，不错。OK。谢坤达选手第2 round 哦，
开始你的表演哦。表演，你的表啊！哎呀，大哥，可惜你想要攻5，我发现有东西拿掉的时候，其实就会压力有了哈，不知道要瞄哪里。好球，好啦，梦学小心哦。踢到脚。扎扎实实的一个6号了。哇，下一个要打几号很清楚了吧？很清楚了，对面那个大楼32楼。好，其实这碗是 bingo。我捡下球，他自己捡球青春画面流出，来哦。EC 不错，保住相机了，有专业意识，那台是我新买的。OK， 嘉哥你在，嘉哥辛苦了。追起来，追起来！哟，胖扎衣服了，扎衣服了哦。9 OK， 踢了哦。嘉哥你的手腕。可以。可以。你刚刚手这样是不是结印？你怎么这样？没错。好火球之术吗？好火球之术。好火球之术。9。Come on， 13分了。赞，怎样？厉害。我觉得这时候最紧张的应该就是尼克兄弟了。尼克兄弟尼克，3号就 bingo， 3号要3号吗？要求稳吗？求稳啊，因为你还有下一 round 啊。加油，9号啦。你已经少一 round 了，不能求稳。对，不能求稳。你想把9号留到最后一 round。我剑走偏锋啊。好，胖，你现在13分了。好强哦！裤子是裤子，是不能再拉了，快跑出来了！没有想到，大哥，哇哦！我们玩哥裤子一扎，整个都战斗氛围了。Nice！ 尼克兄弟现在紧张了，尼克兄弟，现在是我们的尼克兄，请开始你的表演。觉得这球带点愤怒，暴力冲锋，带点愤怒感。12了。想用正的人，想用正的。他想说这个也可以大力出击机，是不是？哇，可惜！哎，可惜。但尼克，你抓到感觉，尼克就踢不上去啊。Show me your nipple。到了，哎，你下面影响他，不行啊！或者 Final run 了，大哥。哎，可惜啊，偏了一点。哎，可惜，太有机会了，太有机会了！该不会可以吃到大哥请的螃蟹了吧？我现在跟他同分，我只要算好他这块布掉几分，我就知道差几分了。我是9号，我随便中1都会赢，怎么这样？我随便中1都会赢啊！随便中1都会赢，怎么这样？所以 run 了吗？捞上了哈，好，最后 run 了。
开始。好。哎，坐下。哎。哦，等一下，球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带走一张，这样算吗？哎，对，不算。又要开会了吗？又有漏洞了吗？不算。那帮我贴回去可以吗？那不算。好。我有色。有没有怎么样？吓死我！是听梦学就对了。目前领先 ，OK 啦，领先我6分，很烫对不对？不是，这个机器太烫了。对，我刚才用指甲拿，你知道吗，大哥？太扯了，这个机器，这个机器是会烫伤的，真的。大哥，你以为我刚才跟你讲开玩笑的吗？我刚刚已经拿到快2级灼伤了，手指已经红了，但是我硬扛。我用指甲在哪里，你知道吗？随便1、2、3号都可以啊。好，8。好。我操！我操！我去哪打哪？你最高分了哎！你目前2、3 round 的命中率是100%哎，没错，30分了。来，你们指定一个号码。5号。5号是不是？是。哎，差点哦，他真的掌握到了，掌握到了咒力的核心。来，再指定一个9号，9号没有，好了，3号了，好，2号，哦，那就不算喽。哎，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加了10分，哇，32，婉太强了。你第一球要是都没中，你就只能拼97了哎。他97是要拼跟谁拼？跟你拼？跟我拼。他97就平手。他一定要中97再加1颗。没了。哥。还有9，你有加油。还有一球轻松踢。来个完美9。好，完美9。哦，可以。这个比赛的结果真的让人非常的意外。就是首先呢，我们的焦哥，总共28分，28分，非常厉害。谢谢。我们的坤达哥，人称足球金童贝克汉，什么时候的事？我刚刚讲的。OK， 4号22分，来，手分。好，现在这个是有意思哦。婉32分，恭喜蛇丸。你后面只 miss 1球而已 ，miss 掉1球啊。而这个最强肉体，最强body，总共14分，可以，所以本来是想说看能不能够做球给尼克，让他在这个运动项目上赢过他一生的目标谢坤达，反而是胡椒跟蛇丸都赢过了，而他却输了。恭喜尼克，大哥，撞球大哥 ，respect，谢谢大哥。有没有这可能？我在想，我可能踢的不行，守的可以，你觉得有机会吗？我们轮流当守门员，轮流哦，对，1人5球，看能守进几球。还是这样子，我们踢3颗，我们有进就算我们赢，你守住就算你赢，进1球就赢了。但如果6球、 9球、 9球，3对啊，总觉得我几率都没进。在上一段是我输嘛，我配应该要艰难一点。不是你输啊，是你最输。对，我最输了。我配的话，应该我艰难一点。对，如果我9球都挡住了，我需要你们的剪接师改写历史。前面那段档案不用。对，如果我9球都挡住了，我需要你们的剪接师改写历史。前面那段档案不用。对。如果你9球都进了，对不对？前面那段他们3个人脸上都会贴一个东西。那如果等一下你上述的这一趴，如果你还是没赢的话，那怎么办？
后置这一 part， 你的脸全部都是黑龙的脸。好，哎，我黑龙，我是怪黑龙。你可没有来哦，真的没有来。你说整个马来西亚我都没来，都是黑龙。他选黑龙的脸也算是蛮残酷的，因为这样他跟你算蛮配的，就不会觉得也蛮像的。没问题。好，来。你们谁先踢啊？你猜啊！开始了，来准备，3、2。哎呦喂，差一点呢，守住第一球，厉害，差一点呢。哎，这个战术我觉得可以。这战术他有点紧张，有点太高了。好，接下来换谁？胖，我觉得胖接替，我接替，站近一点，我在这边。那好，胖接替，你找一个你好瞄的位置。好啊，我知道了，好，还是你抽手，我们慢慢的跟在你旁边。好，那包哥只要踢。好 ，OK 吗？哎，那个这什么桥段？哦，少年足球。我跟他讨论了，要开始喽。好。哇！哇！哇！守住！好了。那基本上这一步呢，就是蛇丸、胡椒、昆达，还有黑牛、黑龙、黑牛、还有黑龙。由此可见，就是你手应该也还是不行啊。是啦，太可惜了。好，各位兄弟们辛苦了，辛苦了，录出了一个这么精彩的单元，很开心。好了，满足你一个愿望了，跟这个比赛无关了，让你手达哥1球。哦，哎，你们的对决放在定点，就他防守你。如果他没手下，就是全盘结束哎，全盘结束。所以你想，他都已经够难看了，所以再难看也没关系。对啊，好，我跟你约好，如果这球你手下我才播，没手下我这段就剪掉。好，来吧，好，两边都加油。这是1对1的对决吗？宿命的对决。各位兄弟，嘿，咻的一声，5天4夜竟然都过去了哦。对，还是得说我们内心其实这一集录的是蛮纠结的，因为我的时间也调整了，然后也很担心那个歌的状况，就是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就是真的是大家的帮忙才成功的一个活动，大概是4位，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不免俗来听听各位弟兄这一次旅程的感想。上次石原岛也是半年前嘛，然后我们在石原岛不知道是几天后才开始成立脚底帮，所以说有没有可能这次是我们脚底帮正式第1次出游？其实开拍前，因为毕竟也半年没有大家聚在一起了，然后开拍前我觉得前一晚是兴奋，然后带一点点紧张这样子。对。但是一开 action 之后，我们大家就感觉回来了。然后像Nick嘛，他就是会适时的放出一些冷箭出来。然后像达哥，他就是会很关心我们，依然就是那个达哥。然后阿丸就是我们的效果担当。请问你一尊在那边，现在是快没了是不是？没有，我在听。然后就像是今天一个新身份参议员，众议会这样子。好，那我们第2位是谁来说？那就你说啦。我看你已经酝酿了。接力啦。对啊，你很想说啊。谁来与我一战？其实今天来之前呢，有点害怕。今天来之前没有说这趟旅程要来之前，有点害怕。毕竟马来西亚一直没有来过，对他算是个未知数。结果一落地之后呢，因为我跟各位在一起，就相当安心。然后直到了我们去第1间肉骨茶一吃下去，我就知道这个城市绝对是值得开发的。虽然第2个景点黑风洞的时候吓一跳，
对，然后我觉得整趟旅程玩下来呢，其实我最喜欢的地方，虽然吃东西我很开心，然后去黑风洞看看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留在民宿，然后大家在休息的时光，比如说我很喜欢看着他们两个打撞球，一群人在那边就是 so sweet 的感觉。你不是要挖矿吗？看手机好像不是要会看着手机。其实我喜欢这种不经意的感觉，陪伴者。对，就是我会觉得说，不会说哦，一到各自散去睡觉。对，我觉得不会，就是兄弟间的情谊是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很少寻找回来的感觉，像家、像兄弟、像 brother、像同学、像好朋友，兄弟会酷，讲得蛮好的，好感动。Yes。有什么事？嘿，有什么事？你是那个就是情绪到一个程度就是乱说话的那种，我就忍不住啊。我知道电影里面会有这样的人。亚斯伯格格。亚斯伯格格啊，像很可爱的哥哥。亚斯伯格格，亚斯伯格的哥哥啊，亚斯伯格格啊，这个局势是不是感觉好像歌被强制就是压轴？对，我就长话短说，对，真的是啊，距离上一次录影是6个月前，好，其实很久，真的太久，对，真的有点太久，可能没跟大家见面了，一开始有点生疏一点，然后后来到第2天的时候才真正解放出100%的，那个感觉很棒，很美好，不希望这个感觉消失，所以希望第3次的录影可以快一点，让这个感觉不要又忘记了。对，步入到30几岁是一个非常珍惜的一个机会。我们不如等下择期不撞期，拉一下 schedule 嘛。录完之后我们就直接来敲下一个礼拜。嗨，下礼拜下礼拜哦，没有，我虽然这样讲好像很冷血，但我下礼拜有事，需要回血一下。不希望这个感觉消失，所以希望第3次的录影可以快一点，让这个感觉不要又忘记了。都是他提出来，然后要压时间，他又有一些塞流。很开心可以在这个百祥的频道做，因为其实见识到百祥的兴起，也见识到百祥就是的陨落。对，就很什么意思？就是你还说对啊，就是我们先离开好不好？不是。我觉得呢，就是小李邦这2次的出游，第一次因为可能就是我太久没有出来玩，然后太久没有接触网络，所以那个起因是这样子开始。那我觉得这一次也算蛮特别的，大家也算是陪着我，对，然后蛮感谢大家的，对。其实我这一次出来的时候，这算是就是事情发生之后我的第一个工作，也不算工作，我觉得这不算工作，就是第一次出来出游，然后我一开始还想说，我到底会不会不适应，会不会我很怕，就是我接不上你们的话。其实我有这样想过，不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一开始碰到面之后，一聊上天，就会有种忘记摄影机的感觉。我印象蛮深刻，我之前就是对于布莱德比特有讲过一段话，他说重点不是结果，好像也不是过程，是跟你同行的人，这个经历当中，跟你走在一起的这些人，跟你一起走下去的这些人是很重要的。这一次的出游，我觉得我对他这一段话跟这个东西特别有感觉。这样很屌，酷，so cool，yes。这次排就是录影，总是会想说，一开始都会想要排得很满，然后再用减法，想说不要让大家那么辛苦。我只是觉得中间有好几次就有点吃不下的感觉。我们这次其实一直在吃发挥了这个地方的特性，我觉得，就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就是被定义为美食之都，真的是很谢谢各位。那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近期之内呢，就是让这个感情不要消散。小李帮看有没有能够第3次，那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第3次呢？其实是要交给各位观众决定。希望大家依然可以欣赏我们的创作。那如果大家觉得真的很好看的话，就是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我们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影片可以让大家跟我们一起进入那个心流，暂时忘记生活上的烦闷。那就跟大家说拜拜了。谢谢大家，谢谢你的收看。I love you forever。晚安，拜拜。这之前也没跟你讲过，就是事情
发生，然后后来到现在，我觉得前面一段时间，我觉得啦，就是那个当下，我觉得你有好好听。他吸管那么细是什么意思？它这不是吸管啊，是吸管。真的哎，它3孔哎，它会集中那个。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空气更少还是什么？哎，一个节目同时有7、8个人在讲话，也是蛮屌。这个太特别了吧！我发现它这个3根小管这样吸，其实有一种快感，对不对？有一种快感，这怎么形容呢？很像一个处男遇到烧。就好像是在茶庄，你突然遇到一个很会泡茶奶奶泡茶给你喝那种感觉。哦，这就是平常没有不被受限制的说话方式。对，这是你喝奶奶的奶。我是蛮喜欢它盖子的设计。来刚帮你问过了，有2XL 的。要干嘛去问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全的台阶，你现在还把它录起来，那我怎么办？有2XL 的安全帽，放心。百强哥，百强拿来了 ，Double XL，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可以啊！完蛋了，完美啊！我帮你弄松，这个我会。不要，我只是做个效果而已，你不用真的把它弄好。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屌，放眼过去没有人是白色哎。有啦，你以为这个阿嬷是怎样？那阿嬷只有我看得到是不是？还戴全帽，为什么？阿姨，这台是有没有开？时间岛被电烂了我们。哥，我帮你拿机器。没关系，我单手就好。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个我说尴尬了。它的弹力是不一样。哎呦，石原岛一别，我每天都在练桌球，真的假的啦？这3个人酒也喝完了，然后差点打死他。我们还有找第二个神灯的机会，又被他们找到了。他们这2个就觉得说不能再被那个酒腔给处理了。他说不然他先许愿，然后就跟前面一样更多酒，然后不耐烦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你不要吵啊，你回家。怪神灯就回家了。